喂，有人吗？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吗？这是哪儿？我不是来找人的吗？好像是找姐姐。这里好像不是地球了，第一次穿越，消耗太大，我好像忘记了许多事情。我就是找到有父亲气息的人才进来的。姐姐，是姐姐吗？姐姐，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怎么不理我呀？我进去看看，姐姐到底怎么了？搞什么呀？你这脑子也太空了吧，比我忘事儿还严重。找到了，找到姐姐的记忆了。100年前，丧尸危机席卷全球，半数人类沦为丧尸，剩下的大部分人类也在混乱的危机中死亡，只剩下少部分的幸存者躲入了庇护所，勉强活着。丧尸们因为缺少食物，开始互相吞噬。末日并没有针对人类，因为丧尸末日只是第一个末日。丧尸在互相吞噬中开始进化，它们中诞生了力量更大的变异体，直到这些强大的个体诞生出了智慧，而他们发现末日会连着他们一同毁灭。有了智慧的强大丧尸被称之为丧主，他们已经重新获得了心跳，不再是一具单纯的尸体。为了生存，丧主约束了残余的丧尸，人类也与之和解，共同面对还在持续不断发生的各种末日天灾。人与丧尸达成了合作与共同繁衍的约定，一种全新的人类很快诞生，他们被称之丧人。优秀的丧人继承了丧尸的力量与人类的智慧，但是有一部分孩子没有那么完美，他们继承了两族的缺点，被当作失败品，被流放到荒野中自生自灭。他们被丢弃了，所以他们叫做弃人。猿人、丧尸、丧人、弃人，全新的人类图谱并没有带来希望，末日还远没有结束，而人类依旧一败涂地。姐姐是一个弃人，她已经在这片荒野中流浪的近100年，她没有目的，没有避风港，只有最本能的生物习性支撑着她一直活着。原来这里发生过这种事，姐姐，这命比我还硬，活生生在这破地方熬了这么久。不好，有怪物！姐姐快跑啊！姐姐，你别发呆啊！姐姐，你想干嘛？怪物姐姐不好吃啊！哇靠，姐姐好大的力气！姐姐，你怎么能还想上去打怪物啊？我靠，这个皮是干的，打起架来这么猛，这拳头下去，怪物都要被打懵了。我好像知道了，姐姐怎么活下来的了，因为姐姐才是最厉害的。姐姐痛不痛啊？哈哈哈，大蜘蛛害怕了。算了，姐姐算了，咱不追了。姐姐是肚子饿了吗？可这一眼看过去，哪有能吃的东西啊？好心疼姐姐，天天只能吃些草根，营养不良才长不大的。姐姐，我穿越的能量快满了，马上就可以带你去另外一个世界了。能量是充满了，可怎么唤醒姐姐啊？她对我的呼唤根本没有反应，脑子又一片空白，这可怎么办啊？对，父亲。姐姐或许还记得父亲，她说不定会对父亲的形象有反应，这正好能测试一下姐姐的意识是彻底消散了，还是沉睡在身体深处。太好了，姐姐醒了。愚蠢的姐姐啊，心都是空的了，还没将父亲彻底遗忘。还好我也是没有忘记要找到你，护着你。终于过来了，姐姐，冉冉好累啊。咦，为什么感觉好像有人在拽着冉冉？不好，姐姐与那个末世锚定太深，她会被拉回去的。现在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待几个小时。怎么办啊？姐姐没钱，冉冉也没钱。姐姐，那个好吃，但是父亲好像说过买东西要花钱。算了，大不了再穿回来，不想了。哎呦！你这个小家伙撞到我，胆子不小啊！喂，大叔，你凶什么凶？我姐不是故意的。你再不走，我就把你抓走了！你还敢站着不动？哎，你个瓜娃子住手！欺负一个小娃娃，凶啥子凶？欺负个小娃娃算啥本事？你脸大得很哦！人家一个小娃娃走都不稳，良心被狗吃了。就是啊，欺负个小女娃啥子哦？这么大个头要力气和面面，再不走我们不报警了，太掉价了。莫怕哈，娃娃儿，大娘在了，她不敢再欺负你了。大娘威武，大娘万岁！这大叔太菜了，骂2句就跑。
你看你皮肤都擦破了，疼不疼哦？好可怜的小娃娃，孩子，吃吧，刚做好的，不烫了，快吃点垫垫肚子。姐，大娘是好人，给你吃的还保护你。慢点吃，别噎着，喝点水。姐，你也太笨了，用牙开瓶盖也是没谁了。不过吃饱最重要。可是姐姐，是我骗了你，你空了的心里还住着父亲，可那也是父亲最后的身影。虽然父亲是穿越者，可父亲也是人类啊。这边世界也过去了100年了，而如今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还能怎么办啊？姐姐，我们已经没有父亲了。娃，你叫啥？家住在哪儿啊？小娃是不会说话，还是害羞呢？也不像是走丢的娃，看着身上弄的。来，大娘再给你洗洗手。这种情况还是要报警吧？可这娃看着怯生生的，也不说话，要是问话也不回答，会不会吓着他？老张，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子摊子，我去旁边买2件衣服，很快就回来。孩子，你在这儿等着大娘，别乱跑，大娘去给你买新衣服，回来给你洗干净，好不好？林大娘今天不讲价啊？不讲了，有小娃娃在等着我。娃，大娘来喽，大娘回来喽。孩子，孩子你在哪儿？孩子，你在这儿等着大娘。完了完了，穿越的能量没了，冉冉已经维持不住了。姐姐，我们要被末世拉回去了。为什么姐姐无法彻底离开末世呢？如果只是因为末世血脉原因，那父亲是地球人，姐姐还有一半的地球血脉呢。是因为姐姐母系那边的血缘吗？姐姐的母亲应该是第1代丧主，她可能还活着吗？又或者是世界本身不肯放手，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姐姐是这个末日的气运之子，冉真厉害。那冉冉带走了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难怪小气鬼不乐意了。算鸟，一天有几个小时也不错。心疼姐姐，姐，等我充好电，马上带你回去吃鸡蛋饼。唉，又回到危险的末日世界了。聪明的姐姐知道这个草有毒，不能吃。可怜的姐姐是想起什么了吗？姐姐对父亲的形象有反应，说明她的自我意识只是沉睡了，她只是需要一些温暖，驱散身体中来自末世的冰寒。臭末世，哼，不让姐姐离开，那冉冉就算出姐姐最多能待在地球的时间，然后1分钟都不在你这多待。气死你，冉冉，气死你！因为是冉冉拉着姐姐去现代世界的，所以冉冉的力量也决定了姐姐在现世的时间。但是构成穿越光路的能量也有末世一边的能量，它会帮助姐姐回到末世，却不会帮助姐姐前往现世。所以穿越到末世，冉冉几乎不耗费能量，而穿越到现世则需要冉冉消耗大量能量。经过冉冉计算，姐姐和冉冉现在最多在现世待12个小时。也许当冉冉变厉害了，这个时间会变长，但我们终归每天都需要回末世一趟。除此之外，冉冉发现姐姐也有异能，也是关于空间的能力，但是姐姐还不会用。姐姐，冉冉充满能量了，可以出发了。呜呜呜，臭末世果然还在拉着冉冉。啊，姐姐没摔疼吧？都怪臭末世捣乱，冉冉一下子没停稳。冲！鸡蛋饼，鸡大娘，我们回来啦！姐姐，你还记得路吗？果然，这难不倒聪明的姐姐。哎呀，孩子，你可算回来了！我找了你一晚上，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给你买的新衣服都没来得及给你。姐，要礼貌一点，要微笑。算了，你不会先吃再说。忍一忍，很快就好了。可怜的小娃，来，孩子，我给你擦擦，再换件干净衣服。这娃娃实在太招人心疼了，怎么说也不能让一个小娃娃在外面乱跑。孩子，吃吧，吃完大娘带你回家。大娘要带姐姐回家，冉冉要不要阻止呢？算了，大娘是一个好人，肯定是担心姐姐才想着收留姐姐的，这对姐姐也是一件好事。冉冉可以连接姐姐的感官，冉冉也要吃。
好刺好刺啊！干净衣服加热鸡蛋饼，完美，这才是生活啊！来，手给大娘。这娃娃长得这俊啊，不知道还有没有缘分帮他找到亲生父母。大娘人真好，她好像把姐姐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慢点吃，别噎着。杀千刀的人贩子。娃娃也累着了，睡得这么快。姐姐，臭末世又想拉你回去了。姐姐，快醒一醒，你周围有其他人，是2个气人小孩，他们像是饿坏了。姐，小心点，别被他们抢了吃的。那个像是尘土一样的小瘦子，好像有感知的异能，他感知到了姐姐的厉害，所以他害怕姐姐。这个挺壮实的小胖子大概是力量系异能，毕竟没这种异能，他在这个末世应该也胖不了。但是他们太饿了，舍不得走，又不敢抢。真是善良的姐姐啊！他们知道互相谦让食物，说明俩人关系不错，品性也不坏。姐姐，那俩小子跟上来了，哈哈！姐姐，你现在撵他们走也不会走了，真不知道是姐姐的魅力还是鸡蛋饼的魅力啊！这个小胖子是在帮姐姐搬开挡路的石头呢，他好像是说那边有食物，那边也有危险。姐姐，其实瘦弱的那个孩子还挺聪明的，会说简单的词，还会指挥小胖子干活，发挥价值。那么冉冉，最聪明的姐姐啊，你啥时候才能开口叫一声冉冉呢？这下子这个孩子应该更害怕，也更尊敬姐姐了。完美！现实温暖小窝上线，冉冉继续充电，下次带更多好吃的回末世，也给姐姐那俩小弟分点。娃娃，你去哪了？大娘找了一整天，小区里猫狗都被我吓倒了。好孩子，回来就好，大娘不问了。来，小娃吃点粥。妈，开门，我回来了。怎么突然回来了？不是说这阵子忙着赶作业吗？作业刚忙完了，可累死我了。妈，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了一个妹妹？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这丫头净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不是我生的，是我前2天出摊的时候捡到的娃娃，浑身都是旧伤，话也不说，昨天还凭空消失了一整天，我找得快急疯了。今天不敢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就没出摊。我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就回来了。哎呀，大娘还有个女儿，捡到的这么可爱的小娃娃，怎么会被人丢掉啊？妈，不管她是从哪儿来的，咱们都得把她留下，可不能让坏人把这么可爱的小娃娃抢走，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妹妹，嘿嘿。你这丫头真是说风就是雨。行吧，既然你也这么喜欢，咱们就先好好照顾她，慢慢再找她的家人。小朋友你好呀，姐姐叫林婉，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娃娃，别怕哦，我是你婉婉姐姐，以后姐姐保护你。你别担心，这娃娃看着就可怜，肯定是受了什么委屈才变成这样的。我学过一点儿童心理学，而且我看了那么多水果小说，对付这种怕生的小娃娃，我可有经验。慢点吃，还有很多，不够再给你拿，别噎着。嗷呜，冉冉睡得好饱啊！姐姐的异能好像也变强了，这多亏了大娘。姐姐，你看那2个孩子一直在守候着你，他们看到姐姐回来了，所以才开心。看起来这2个孩子以前就会分工协作，瘦弱的那个孩子感知能力更强，也更加敏捷，壮实的那个孩子更有力量，走在最后防备怪物偷袭。姐姐，我给他们俩起了名字，你听听看怎么样？像是尘土一样不起眼的孩子叫阿尘，可以变大变壮的孩子叫做大壮。孩子们带姐姐找到了好东西，是前面的那种漂亮果子吗？可它似乎也预知了危险，那危险在哪里？不好，真有怪物！
姐姐快跑！嘿嘿，姐姐真聪明。嚯，大壮力气真大，抱住熊腿，大熊就动不了。阿晨也很勇敢，敢跳到怪物的身上去。怪物，当然最厉害的还是姐姐，是姐姐抓住了同伴创造的机会，用铁棍重创了怪物。3个厉害小勇士都累了吧？今天都还没吃什么东西呢。果然大怪物守在这里是有原因的，还好怪物没把果子都糟践了，姐姐他们还有得吃。阿晨和大壮都没先动手拿果子，姐姐也很棒，把前面2颗果子先分给了伙伴。太好了，这种果子果然是有能量的，可以提升姐姐的异能和体质。哈哈哈，姐姐懵了，自己把果子收到了空间里，却以为自己把果子变没了。还好姐姐也不笨，还是找到了拿出空间里物品的办法。姐姐的异能变强了，冉冉的穿越能量好像也变多了。以后姐姐和冉冉或许可以更频繁地往返末世。太好了，姐姐已经知道回忆了，姐姐的自我意识就快要觉醒了。娃娃，你醒啦，快过来吃早餐。你玩完姐也来了，我给你带了新衣服，我们换上好不好？你看，这是小兔子，白白的，软软的，很可爱。这是小猫咪，会喵喵叫，还会抓老鼠。孩子还小，只要耐心的教导，他会慢慢开口说话的。婉婉也是一个好人，能耐心的姐姐荒芜的心田上播种着。嘿嘿，姐姐现在也成了1天3顿了，比之前3天1顿的时候真是强太多了。姐姐真棒，能回忆起的画面越来越清晰了。这个草能吃，姐姐把它放在空间里，是想送给大娘吗？父亲，你看到了吗？姐姐终于要醒过来了。思念，是思念。姐姐开始思念那个温暖的家，想起了那些难以言喻的悸动瞬间。婉婉啊，你说小娃娃不会不回来吧？放心吧，妈妈，娃娃记得我们的好。娃娃回来了。孩子，你可算醒了，我们正担心你呢，生怕你又不见了。你看，这是小狗，它汪汪叫，喜欢摇尾巴。对呀，这是小兔子，来，我们一起搭房子好不好？真好。娃娃，你这么乖，总得有个名字呀。大娘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叫念安，思念的念，平安的安，希望你以后能平平安安的。念安，姐姐叫念安。嘿嘿，跟冉冉的名字一样好听。妈妈，你看她对你笑了，她喜欢这个名字。念安，姐姐给你梳个漂亮头发，好不好？哎呀，念安头发怎么变色了？是姐姐的异能，她对这个名字起了反应，将美好的心情表现在了头发上了。不会是梳子掉色了吧？也没有啊，真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啊。小娃娃头发颜色怎变了？这娃娃太特殊了，会不会引来不怀好意的人哦？不过谁敢来，我就和谁拼命。说什么呢？你妈我还没死呢。叫念安，思念的念，平安的安。念安，念安这个名字真好听，以后我们就叫你念安啦，你听到了吗？念安，念安真漂亮，这个发型好看吗？我们来搭一个小房子好不好？红色，红色的积木像苹果一样红哦。跟着姐姐拍拍手。念安，粥喝完啦，真乖。想去看看夕阳呀？好，咱们去。你看，那是夕阳，太阳快要落山了，天被染成了橘红色。念安，妈妈，你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听。橘色真是一种温暖的颜色啊！哈哈，姐姐开心，冉冉也开心。姐姐在想什么？怎么小小年纪还失眠了？姐姐是饿了吗？哟，姐越来越机灵了，还知道带好吃的回末世，这就带你过去给阿晨和大壮解解馋。看阿晨和大壮开心的样子，姐姐她始终没有忘记在末世的同伴。末世中的食物大多数是食材原本的模样，这俩孩子也许从出生后就没吃过一顿正常的饭。大壮让阿晨先吃，是因为阿晨个头小，吃的也少。如果大壮先吃，那阿晨就吃不到东西了。你看这大半碗粥，
也就够大壮一口，吃完还一副意犹未尽、没尝到味道的样子，还知道把碗还给姐姐，果然是懂礼貌的孩子，哈哈。姐姐果然又把东西收到了自己的空间后，忘记了自己有空间这件事了。不过看这两孩子反应，他们还记得姐姐有空间异能。姐姐，你可要抓紧学习啊，不然要被你的小弟们比下去了。吃完饭后，他们开始了今天的游荡。在末世中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太久，往往更加危险。阿晨好像发现了什么。什么？有狼，还有一个落单的7人孩童，是个看起来比姐姐更小的女娃。她很害怕。哇，好大好壮的大壮啊！看来大壮吃饱了，这次他的异能也明显变强了。哥哥狼崽子怕了，直接不打了，溜的倒是挺快。头上长草的这个女娃还是害怕，因为现在的大壮看起来也挺吓人。还好姐姐用星果表达了善意，因为这个果子可要填饱肚子，还可以补充异能能量，吃了就安全了。小女娃终于不害怕了，靠在姐姐的身上疲惫的睡了过去。姐姐越来越有大人模样了，她让阿晨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临时营地，安置好了小伙伴们。冉冉困死了，能量充差不多，等下带姐回家吃热饭。不过姐姐现在有3个小弟小妹了，下次得让大娘多做些好吃的，带更多回来，不然真不够分啦。可惜姐姐还是不会说话，没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唉，聪明冉冉与笨蛋姐姐的冒险记依然路漫漫啊！你这丫头真是越大越不懂事。你看看你买的这些东西，堆得跟小山似的，说是给念安买的。你让一个几岁的小娃娃吃辣条，我看啊，就是你自己嘴馋，借着念安的名义买给自己。妈，我这不是顺便吗？顺便给念安尝尝鲜，顺便给自己囤点。你看这些都是小孩子爱吃的，奶棒、干脆面、薯片，还有牛奶，应有尽有，念安肯定喜欢。念安先喝点热牛奶。你看你看，我就说念安喜欢吧。行了行了，别贫嘴了，这些零食都放念安房间，你少吃点，别教坏孩子。对了，你今晚跟我一起睡，别挤着念安。念安想吃就自己拿，婉婉姐姐都给你买了。哇，婉婉姐姐买了这么多好吃的，这下子姐姐的伙伴们有口福了。看姐姐迫不及待的样子，3个孩子都会首先选择什么零食呢？不好，阿晨好像看上了那个红红的，一看就不好惹的。哈哈，大壮一定是因为图片上的熊和自己一样胖胖的。阿晨最终选择了地狱难度的辣条。哈哈，阿晨说这个吃的会咬他舌头。阿晨被辣跑了，大壮吃的真香啊，小眼睛一动不动的。阿晨他回来了，并且选择再次挑战辣条。好吧，阿晨又被辣跑了，不屈的阿晨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是否能战胜辣条魔王？恭喜阿晨打败了辣条魔王。大壮也挑战了辣条魔王，并轻松赢得了比赛。完了，小女娃看他们吃，没忍住用手指沾了一点辣油抹在嘴里，被辣哭了。姐姐赶紧扒开一个棒棒糖，安慰好了这个最小的娃娃。哈哈，大壮对辣条上瘾了。姐姐有了意外发现，这不是野草，而是一种可以吃的植物。这种植物吃起来也像葱，但比葱的能量高上许多，而且有增强体质的作用。姐姐把这种像是葱一样的植物收到了空间里，现在冉冉已经猜到姐姐的打算了。姐姐是想把末世的野葱送给大娘，回报大娘。哎，年纪真是大了啊，啥时候把葱落在这里呢？幸好还新鲜，赶紧切切，马上要去摆摊了。念安，跟大娘一起出摊去，别一个人在家闷着。大妈，来个鸡蛋饼，还是老样子。我操，大妈，你今天这鸡蛋饼也太好吃了吧！你这是加了啥好东西？比以前好吃10倍！真有这么好吃吗？给我也来一个，尝尝到底有多香！哇，好长的一条队啊，感觉半条街的人都在排队。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跟平时一样做的。嘿嘿，那当然是姐姐带来的末世野葱味道啊！末世的植物少，但能活下来的几乎都富含各种营养与能量，这也是气人孩子仅靠着扒地皮就能勉强养活自己的原因。贴心的姐姐在给大娘帮忙，她现在已经知道了食物要用纸包起来。
念念跟着大娘出摊不无聊啊，等收摊了，大娘给你买好吃的。大娘没有忘记姐姐这个小功臣。姐姐，冉冉给新来的小不点起了一个名字，小不点头上长了小草。冉冉本来想直接叫他小草，寓意着他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都可以茁壮成长。可是小不点性格腼腆，怕人怕生，冉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叫做小禾。比起小草来说，小禾更加珍贵。姐姐，你觉得冉冉是不是一个天才？哼，不理姐姐了。姐姐明明能听到冉冉说话，也对大娘的话有一些反应，为什么就是不理冉冉呢？姐姐不开心了，可冉冉不想哄冉冉，因为冉冉也不开心了。姐姐要先哄冉冉，冉冉再哄姐姐。姐姐不要怪冉冉坏，有了情绪，觉得憋屈，你就会想说话，那姐姐离会说话就不远了。姐姐想去现世了，但在那之前，她要带领小伙伴们找到一处怪物无法威胁到的临时营地。姐姐冉冉已经变成了坏冉冉了，你可要再加油一点啊！妈，你别担心，念念肯定会回来的，她那么乖，舍不得我们的。唉，这孩子又消失了一天，可把坏，真怕他再也不回来。念念，你回来了，可把我和妈担心坏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饿了吧？先喝点粥暖暖胃。以后不管你去哪儿，都要记得回来，我们在家等着你。说出来。姐姐把心里想说的说出来。念安，念安，你说话了，我的念念，太好了。念安，念安，听到了，我听到了，好啊，好念安，终于会叫自己的名字了。耶，姐姐会叫自己的名字了。那姐姐下面要叫的名字是不是冉冉？父亲，你看到了吗？念安。我听到了，你真的会说话了，太好了，念安，你终于能叫出自己的名字。婉婉，他叫我婉婉了，还真是个聪明的念安。念安，再叫一声婉婉姐姐好不好？婉婉，念安，再叫一声婉婉姐姐好不好？哎，你让念安歇一下。婉，听到了，以后每天都教他说话，肯定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流畅的跟我们聊天了。冉，姐姐，你总算想起冉冉了。姐姐，冉冉听到了，姐姐叫冉冉了，冉冉太开心了。念安，我们拍个合照，一起记录下这个重要的时刻。再叫一声婉婉姐姐好不好？婉，念安，都说累了吧，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新衣服好看吗？来跟我念大娘。大娘，这是粥，念粥。这是玩具，这是胡萝卜，衣服，水。玩具是婉婉。嘴。你看，这就是市里的禾苗，是能长出粮食的小幼苗。跟着我念禾。你看，这是禾苗，咱们念禾。小禾。对，就是禾，念得真好。再念一遍，禾。很好，再来。姐姐叫小禾了，我想回去叫出她的名字。念安真棒。念安，刚出锅的鸡蛋羹，快尝尝。蛋羹。是蛋羹，我们念安真厉害，都会说蛋羹了。婉婉、小禾、陈林婉、大壮，我要回去找他们了，我要叫出他们的名字。嘿嘿，看姐姐急的样子。姐姐记住了小禾的名字。小禾也听懂了姐姐在叫他，依恋的靠在姐姐的怀里。大壮和阿晨都期待的看着姐姐，他们也想要名字了。
哈哈，放心吧，最聪明的冉冉早就和姐姐帮你们起好名字了。大壮，阿晨，小何。姐姐的心暖了起来，原本被漠视寒意浸透的心田上，多了许多人的身影帮她遮挡寒风。而姐姐也决定将这份暖意一直传递下去。走，找吃。那边找吃。虽然姐姐空间里还有一些食物，但对所有末世出生的孩子来说，寻找食物是一种本能，也是永远不嫌多的东西。阿晨，阿壮，小何，这孩子上次买的零食竟吃得一点不剩，看来是真爱吃，次再给他多买些，省得不够吃。念安，你醒了，快把这些零食拿回房间，想吃就吃，不够大娘再给你买。这里面还有几包泡面，是我晚上上次落下的，你要是想吃，大娘给你泡。姐姐又迫不及待地想跟末世的同伴分享新的美味了。行吧，行吧，真怕了你了。穿越启动，大家来啊！这个是泡面，要吃这个需要锅，还有干净的水。大壮力气真大。阿晨知道了姐姐的意思，带他们去寻找干净的水源。姐姐想起了以前寒冷天灾时有过钻木取火的经历，哈哈，姐姐没有发现阿晨找来的木头是潮湿的湖边木啊，这哪能钻得着？你看，连小何都急了。姐姐，要不咱吃干脆面吧？不对，不对，小何身上有能量反应。嗷呜，冉冉明白了，小何竟然是个小火娃。和小伙伴共同合作完成一件事情，让孩子们都变得很开心，哪怕这只是一件小事。就为了吃口泡面，大壮用力量系的异能砸出了一口锅，阿晨用感知系的异能找到了水源，现在小何为了点火烧水，把火气异能都憋觉醒了。哎呀，原来都是小馋猫啊！几双小眼睛，真是一刻都不离开锅啊！活过来了，都活过来了。念安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又出什么事情了吧？我在。念安，你可算回来了，吓死我了！好，回来吃早餐。妈，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最近发现念安不是睡熟了，她是真的会凭空消失。有时候明明前一秒还在我身边，下一秒就没影了，过一阵子又突然出现。我就说他不一般，说不定真的是小外星人，我不会让他被坏人找到。妈，我们帮他藏好，绝对不让别人把他带走。现在带着念安学语言，暂时待在家里没事。还有，我们终归该让这孩子接触同龄人，要送他去幼儿园。我知道你担心，这事我心里有数，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还有，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新闻，咱们市另外一个区抓到了一伙人贩子，他们供出来说，外面还有潜逃的同伙，专挑念安这样来历不明、不爱说话的孩子下手。妈，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吓你，是想提醒你，咱们要是真的想好好养着念安，就得趁早办手续。你想啊，他现在连个身份都没有，要是真的被人拐走了，咱们连报警都没法报，就算报了警，也说不清楚他的来历，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哎，女儿，妈妈怎么会不知道这事情的重要呢？走，念安，我们出去散散步。
小朋友你好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念安，别怕，他们都是好人，不会伤害你的。以后我们经常出来散步，慢慢就熟悉了，好不好？好。对不起啊，他有点怕生，等他熟悉了再和你们一起玩。念安回来啦，快过来，看看大娘和婉婉给你做的好吃的。你这孩子太瘦了，得多吃点饭。妈，我问过朋友，没有相关证明，派出所那边根本不给办，总不能一直让念安做个黑户吧？娘，已经有办法了。秀兰在家吗？建国表哥，你来了，快进来。秀兰妹妹难得求表哥办事，表哥自然不会推脱。表哥，你也知道这孩子可怜，我和婉婉想收她做养女，可没户口没证明，手续根本办不下来，我这心里急呀。我那村子地处偏僻，山路难走，家家户户的孩子大多都是1、2岁才上户口，有的甚至更晚。念安这孩子看着也就3、4岁的样子，稍微说小一点，就说之前一直在村里跟着我，也说得过去。大爷，您的意思是？我老伴2年前走了，家里还有3个孩子，我年纪大了，家里条件也不好，实在顾不过来，就说念安是我家的孩子，因为我无力抚养，就过继给你。你在城里有房子，有稳定的收入，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派出所那边我去说，肯定能行。表哥，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着。念安，明天我们要去一个重要的地方，穿这个新衣服好不好？我的天，念安也太好看了吧！明天一定能顺利办好手续。咱们念安本来就好看，穿上新衣服更像个小天使了。念念别怕，就是去办个手续，那里的叔叔阿姨都很温柔，不会伤害你的。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同志，我们想办理孩子的过身份证，麻烦您了。好，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相关的说明材料。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同志，您确定愿意收养这个孩子，以后好好抚养他，对他负责吗？同志，我确定，我和我女儿一定会把这孩子当亲生的一样对待，绝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小朋友，别害怕，叔叔就是问你几句话，以后你就有户口、有身份证、有真正的家了。我们先填写这份表格，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资料都没问题了。接下来我们给孩子拍张身份证照片。过来呀，我们拍张照片好不好？念别怕，婉婉陪着你，阿姨会帮你拍的很好的。小朋友抬头看镜头，嘴角微微上扬，笑一下，真乖，真好看，真是天生的美人胚子。手续都办，材料请好。同志，真是太谢谢你了，麻烦你了。应该做的，祝你们一家人以后幸福。表哥，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用不用，都是一家，说什么谢不谢的。妈，手续终于办好了，念念现在有正式身份了，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林念安了。妈，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好，庆祝，咱们好好庆祝。我的乖念念，终于有家了。庆祝的话，咱们去商场吧。好，都听你的，也听念安的。念念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念安，今天咱们吃这个，里面有汉堡、鸡翅、可乐，都是小孩子最喜欢吃的，你肯定会喜欢。冉冉证明，好吃，很好吃。妈，你别哭呀，念念以后有我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以后我们经常带她来吃。这孩子长。表妹妹，这个给你吃，我不吃了。念念，谢谢小哥哥，收下吧。谢谢。不愧是姐姐啊，收小弟的速度真快。念安，下次我们有空再来吃啊。念念，咱们去看电影好不好？电影可有意思了。好。念念，你自己选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看喜欢哪个。小朋友，《熊出没》正在热映，特别好看，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看。熊坏，哈哈，姐姐一定是想起来了抢她新果的那只大笨熊了。念念，这个不好看，有点吓人，咱们换一个好不好？好吧，咱们就看这个。3张票。姐姐选择了一部末世电影，是因为姐姐开始好奇自己的身世了吗？念念别怕，
关灯是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晰，很快就……哇，这是什么？地球上还有其他龙种，我还以为我是最后的真龙呢。看到丧尸危机重演，姐姐的沉睡记忆出现了松动。屏幕上的画面似乎被姐姐的记忆代替。那个男人是年轻时候的父亲吗？是的，是父亲。冉冉认出来了。呜呜。那么女人就是姐姐的妈妈，而那个婴儿就是姐姐吗？可怜的姐姐出生在这样的末世里，父亲因为特殊原因而无法前往末世，姐姐的母亲似乎因为失去了父亲疯了。可是姐姐的母亲作为丧主，怎么会受到丧尸的攻击？难道是其他的丧主在针对他们？不管怎么说，姐姐的母亲应该还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了。没事的，姐姐都过去了，现在好好看电影吧。念安，别怕，婉婉在呢。电影的剧情依旧是冉冉都嫌弃的老套路，主角团为了摧毁伞公司，分基地里能让丧尸变得更疯狂的 T 病毒强化剂，踏上了艰难的征程。主角团不断有人牺牲，最后 BOSS 给自己注射了强化剂，变成了一个5、6层楼高的巨大肉山怪物。主角们最终用核弹才将它彻底消灭。姐姐是在疑惑，电影里的末世怎么这么简单？没有狂暴的位面怪物，没有极寒的天气，没有永不停歇的下一轮天灾，只有丧尸。就这片子也太吓人了。念安怎么一脸平静啊？念安，好看吗？有没有害怕？不害怕，简单。哈哈，姐姐果然瞧不上简单版本的末日。姐姐有了身份后，正式成为了大娘一家的成员。先把小手伸进去，再拉上来哦。婉婉教导着姐姐说话，有一只而姐姐的语言能力也得到飞快的成长。把门儿开开，我家念安最棒啦！姐姐都会唱歌。大娘，你这鸡蛋饼越来越好吃了。是啊，多谢夸奖。与此同时，姐姐又带回一次末世野葱，大娘依旧没有发现，只觉得最近生意好了许多。婉婉现在经常从学校回来，经常带姐姐去买东西，因此末世的小伙伴们也享了不少口福。哇，念安，以后婉婉给你买更多好玩的，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宝贝。谢谢婉婉。姐姐现在越来越像个小大人了，每天都不会让末世那边的孩子饿着。念安，阿晨果然聪明，已经会叫姐姐的名字了。可以吃啦。念安，吃。吃完饭，姐姐想去找一下可以带去现世的食材。她已经意识到了，不能总是让大娘和婉婉单方面付出。我们一起找吧，一家人需要互相支撑。小心。嘿。这边是新的品种，找到了。念安，这里是菌类，能量波动很微弱，没有危险。哇，姐姐找到一种美味的灰色菌菇，香香的。这种菌菇与末世野葱一样，富含各种有益元素。今天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姐姐将食材放到厨房后，就自己去看动画片了。哪里来的蘑菇啊？我今天还没去菜市场呢，女儿今天也没回来，那也不可能是她买的。是念安带回来的吗？小娃娃有秘密，本来不该深究，但就怕她为了帮忙去冒险。也许这件事情该摊开说清楚了。念安，这是你送给大妈的礼物吗？谢谢念安，大娘很喜欢。念安不危险。大娘知道念安有时候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如果念安需要大娘和你婉婉姐提供什么帮助，或者出面买些什么，要学会直说哦。太鲜了，真宣掉眉毛了，太上瘾了。
神了！但这蘑菇好吃过头了，这怕是又牵扯到了小娃娃的秘密了，还是得跟女儿商量一下。喂，妈，什么事儿呀？念安这次回来又带回来一种蘑菇，特别好吃，你妈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鲜的蘑菇。那念安有说怎么来的吗？妈已经问了念安，她只告诉我不危险。危险？念安为什么会想到危险？我也担心这事，女儿，或许我们不能继续对娃娃的秘密装作不知道了。他毕竟是个孩子，也许需要我们帮助，也说不出口来。妈，你说的对，这样吧，我现在回去，你们等我半个小时。哟，婉姐，这个点出去约会啊？约什么会？这是我妈。妈，我回来了。婉婉姐姐喝牛奶。念安真乖，来，小婉，你尝尝，好香，太鲜了，差点把舌头吞下去。可这样的食物真的是来自地球吗？还是先问下念安吧。小婉姐问你一些问题哦，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不用回答。念念，你是不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不是很危险？有类似的丧尸，还有一些其他的怪物，但也还是有一些活着的人。真是丧尸世界啊！这下子完了。念安，可以不再回到那个世界吗？要回去。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人拉着念安。念安在那边有同伴。念安不能放弃。算了，他们几个人，姐姐其实说的是末世限制着他离开，但婉婉理解错了。3个人。他们多大？不会也是孩子吧？他们多高？什么性别？一个和念安一样，2个不一样。姐姐用手比划出3个孩子的身高，这吓坏了婉婉，因为他们是比念安还小的孩子。念安，婉婉姐会一直在你身边，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丧尸、怪物、天灾，这是末世，似乎比电影中演的还要可怕的那种末世。孤儿、伙伴、守护，这就是一所末世里建立的孤儿院，而这个孤儿院的院长本身也是一个孩子。他们到底怎么活下来的？答案并不难猜，自己面前这个人畜无害，还有点怕生的妹妹，其实应该真的很厉害，厉害到神志不清时也能在那个吃人末世苟活着，但他们依然只是孩子。婉婉开始问姐姐更细节的问题，包括孩子的名字、特征，甚至是异能，姐姐也知无不言。她信任婉婉。大壮、阿晨、小何，也包括了一些对末世环境、起源、怪物种类、天灾方式，以及是否还有幸存人类力量构成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对念安这个刚会说自己的名字的小孩太超纲了，也许我也该像姐姐一样信任他们了，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去帮助姐姐。姐姐，你可以告诉婉婉我们是怎么来的了？你怎么穿越过来的？有没有人帮你？冉冉带我们来的。冉冉是谁？冉冉是一条小龙，也是念安的弟弟。那可是龙啊！冉冉可以带我们穿越。这事情怎么越扯越大？末日世界，异能孩子也就算了，怎么还冒出一条龙？那可是龙啊，东国的精神图腾啊！但一条能穿越时空的龙，的确解释了一开始念安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如何自如穿越时空的能力。千头万绪的事情需要整理，孩子也该睡觉了。晚安，念安。晚安，小小姐。既然知道末世那边的情况，我就不能再当成看不见了。太可怜了，这些娃对那边孩子的支援刻不容缓。目前那3个孩子既然是念安的小弟小妹，也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了，这很好，满足了我从小就想当孩子王的愿望，但同时也意味着家要出现金融危机了。现在是又多了3个，而据念安说他收留这些孩子时间还要晚于他第一次穿越的时间，那么短期内就能有3张嘴要养，长期呢5张、10张，甚至更多。一个大家长是很难当的，尤其是一个有善心的大家长。但是去阻止念安，又不符合我的想法，更不符合自己一直坚持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要赚钱。别怕，娘支持你。先一步步来，明天去购物。我们先去给小伙伴们挑衣服好不好？千头万绪也要从衣食住行开始。末世最急需的一定是各种户外用品。大量高热量的应急食品。
衣服尺码不好掌握，只能先买几件常规尺寸的试一试了。今天花了10万多，这还是我小金库的一大半，呼吸都有点难受。我不后悔。还有自行车、电池、电话手表、手机等都没发货。婉婉姐，我先给他们送衣服。为了念安，为了他的伙伴们，冲！姐姐将五颜六色的衣服放在了孩子面前，一瞬间，孩子们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哇！姐姐打着手势，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喜欢的颜色和款式。大壮和小何明显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阿晨是靠谱的小大人，没有忘记自己小斥候的身份，选择了灰色系的工作装。不过即使如此，当阿晨脱下像是抹布一样的旧衣，换上干净整洁的新衣，依然比原来精神了很多。孩子们都称赞了阿晨，姐姐将孩子们挑剩下衣服先收起来，留作孩子们以后得换洗。大壮一眼看中衣服堆里最花里胡哨的绿色恐龙睡衣，哈哈，不愧是大壮啊！小何挑花了眼睛，小小的眼神在几个不同鲜亮的衣物上徘徊。姐姐主动选择了一套给小何换上，因为这是姐姐在县市和婉婉一起挑选的小裙子，好漂亮。小何换上了小裙子后，漂亮的像是一个洋娃娃公主。兴奋的大壮带着孩子们狂奔，他们太高兴了，这或许是孩子们记忆中第一次穿新衣服。阿晨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时不时向着远处眺望，防止大壮的声音迎来怪物。换好新衣服后，姐姐打算带着孩子们寻找末世食材。姐姐已经有意识，大娘和婉婉为她付出了许多，姐姐也知道了末世食材在县市或许比较珍贵，她打算用这样的方式回报家人。孩子们通过多日的默契感受到了姐姐的想法，因此更加兴奋地行动了起来。阿晨的感知异能或许比姐姐以为的还要强大，他很快找到了一大片灰菇。阿晨几次使用异能，很快就指明了食材的方向。哇，这里真的有好多菇！小伙伴们都很兴奋，姐姐也很开心。孩子们都在帮姐姐们采集，很快就在面前堆出了一座小的蘑菇小山。姐姐将蘑菇小山收到异能空间，确认了附近安全后，就打算回到现代世界。姐姐今天又想做什么呢？大娘在菜市场买菜，婉婉也在恶补。最近因为她的宏图大业而挂科的学业，家里没人。姐姐打算把灰菇放在大娘能看到的地方。从空间里放出的灰菇堆满了整整一桌，姐姐愣住了。现在看到冒出来的这么多灰菇，婉婉一定能看出来，姐姐专门去找灰菇了。那婉婉一定会担心。哈哈，姐姐想到了办法，把大部分的灰菇先放到空间里，这下子只要告诉婉婉这些都是顺路捡到的就行。姐姐，如今你也颇有乃地风防啊。唉，该死的末世又整花活了。姐姐已经经历过几次极寒天灾，每一次都是靠着强悍的体质，用着一种几乎是把自己埋起来的方式，才狼狈的从一次次天灾中幸存下来。这一次，姐姐有了冉冉，还有了大娘婉婉的支持，或许过程会不一样了。看，那下面有空间，我们过去看看。太好了，阿晨发现了什么？下面有地窖，隐蔽又安全。把碎石搬开，露出入口。姐姐带头钻入废墟洞窟深处，小河异能越来越熟练了，主动发动异能，变成了会发光的小河。有点潮湿，我们先把地面铺一铺，然后把洞口挡好。好。哎，姐姐什么时候在空间里放了地布？怎么连冉冉也不知道啊？也许是冉冉睡着了吧。不过有了地布，再把入口封好，这里就是一个还凑合的地下室了。大壮真有力气，简直就是一个无敌暴龙。阿晨出去侦查了周围，目前还没有发现离得很近的怪物巢穴。小何点燃了火堆，几个小勇士都坐下来先歇会儿。不管怎么说，孩子们度过饥寒末世的第一步，一个能挡风、能保温的庇护所，现在已经有了。我的天，大娘，你这鸡蛋饼也太好吃了吧！清甜不腻，还有一股特别的香味，比我吃过的所有鸡蛋饼都好吃。你这是加了什么秘方啊？喜欢就好，多来啊！大娘，来一份鸡蛋饼，还是老样子，
多放你家那神奇的野葱，太好吃了。早就听说林大妈的鸡蛋饼，今天终于吃到，果然名不虚传。那可不，吃了就忘不掉。你们啊，就惯着我这手艺。总算都到了。给我的，都是给我的。喜欢吗？哎呀，买这么多东西，不和我说一声，你这小金库是不是快空了？妈，这是我的收款卡，这些给念安买的东西，你要报销一半。行。念安，快把东西都收起来，你看哪一些不着急，或者那边不好携带，可以暂时放在车库里面。孩子果然会对颜色更好看的电话手表感兴趣。这个好可爱，哈哈，看来咱家念安还不会玩手机，不知道手机的好。念安，手表啊、手机啊，还有其他好多电子类产品都是要充电的。念安看姐姐的动作，记住这个小孔只能用插头插进去，千万告诉小伙伴们不要把手伸进去，里面的电会伤害人。还有大多数的电子设备都不能沾水，沾到水就会坏了。不过这几个手表没关系，婉婉姐专门给你们买的防水的。让我想想还有啥用电注意事项。对了，移动电源里的电会慢慢用完。念安看这个灯不亮了，它就没电了，到时念安再把它带回这边充电就行。还有移动电源不能放在太寒冷和太炎热的地方，太寒冷电很快就会耗光，太炎热电源会变得不安全。可惜念安说过末世那边天气大多时候阴沉，且没有长期营地，不然大功率的太阳能板才是用电最好的方式。说起寒冷，姐姐终于想起来要告诉婉婉末世的变化。念安，你说什么？姐姐听懂，你慢慢说。对了，图画书，我去拿，找到了，就是这里。末世，大雪，埋掉，擤鼻涕的睡觉。这是末世的情况。念安是说末世迎来了新的天灾，极寒的风暴带来暴雪，气温急速下降，动物开始掘地冬眠，弃人们也用类似的方式苦挨极寒。哈哈，不愧是水果小说的资深读者，姐姐和她解释起来就是简单。从姐姐零碎的语言中，婉婉大致明白了末世的情况。极寒天灾还真正未开始，但末世变化无常的残酷一面，已经让婉婉感受到了一种绝望。念安，咱们能不能不回去了？你是一个孩子啊！到底什么是末世啊？就是当这片土地上还有能呼吸的生灵时，天灾永远不会停歇。婉婉心中诞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她之前那些充足的准备都好像成了笑话。我还能做什么？我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念安，她不害怕吗？这就是末世啊，一轮又一轮的末世啊。末世，大末。大娘心疼着不断掉眼泪，作为末世当事人的姐姐，却在努力着安慰着大娘。是啊，我与妈妈才是被现实保护的大棚花卉。而念安时生于末世，长于末世的坚韧野花，没有她们母女，念安也已经经历了多轮末日天灾，并顽强地生存下来。换句话说，反正人也是会死的，不如现在帮念安和孩子们过好每一天。有了现世物资的帮助，念安和孩子们至少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要采购更多御寒物资，厚棉被、床垫这种不必多说。还要有取暖设备，用电取暖还不现实，只能是最简单的烧煤或者烧木头。通风管道、一氧化碳报警器都得安排。这种活孩子不会弄，得找到合适的视频教程，直接放到平板里面带过去教会他们。食物目前地下室这些储备倒是也足够，而且念安也能随时补充。同城物流就是快，暖炉到了，赶紧让念安先给那边送过去。在小伙伴的团结协作下，暖炉安装得很顺利。当炉火点燃，姐姐知道了这一次极寒天灾，她和小伙伴们都不会挨冻了。孩子们围绕着炉子，似乎都陷入了回忆。而此时的末世也下起了极寒天灾的第一场雪。时间刚刚好。说起时间，姐姐想起来了给孩子们的另外一份礼物。当五颜六色的电话手表放到地上，即使是沉稳的阿晨眼睛也死死地粘到手表上。孩子们对这种玩具外形的东西一向没有抵抗力。这是手表。看时间，按这个键可以打开照明。这几支防水，普通沾水不会坏。不对，这样扣好就行啦。好了，好漂亮哇！还有这个，林晓老师说要好好利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师。
认真看，听清楚。水，饭。再来一次，跟着老师说慢一点。家。大家都很棒。还有充电的过程，这个小孔是充电的，有电才能用。里面有电，不能用手碰，会疼会受伤。电用完就交给我带回另一个世界，充满再回来。电可以用，要小心。第二天夜里，姐姐回到末世看看孩子们，却看到了令人担心的一幕。阿晨蜷缩在墙角发抖着，他生病了。大壮大概解释了阿晨生病的原因。原来懂事又负责的阿晨出去巡逻，却因为气温下降，缺少防护，一下子冻着了。姐姐没有犹豫，冉冉也没拖后腿，马上穿越回到现世寻求帮助。林婉，阿晨病了，冻，发烧，要药。念安，别着急，婉婉马上帮你找药。小孩一次只喂半片，用温水送服，1天喂2次。这是儿童降温贴，贴在他的脑袋上面，让他注意保温。病没好，千万不能再吹冷风，好好休息。半片温水，2次降温贴脑袋上，不能吹风，好好休息。念安说的没错，念安真棒。姐姐马上回到了末世，幸好回末世几乎不消耗冉冉的能量，不然冉冉还真要被累坏了。姐姐回忆着婉婉的教导，耐心地将药物给阿晨喂下。末世的孩子几乎没有吃过药物，身体没有耐药性。阿晨服用退烧药几分钟后，身体就不再发抖了。小何一直守着他的火炉，靠异能精确地控制房间内的温度。见阿晨恢复了活力，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姐姐想起本来这次过来的任务，空间异能启动，一大片家具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婉婉连夜采购的儿童床、小衣柜、柔软床垫、卡通抱枕、小台灯、地毯、小窗帘，一件件平稳落地。姐姐教导孩子们铺床垫、挂窗帘、摆放小台灯，将衣物分类放进衣柜，把零食与工具归置到角落。原本空旷、冰冷、破旧的地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整洁、柔软、温暖。看向小屋，姐姐充满了成就感。末世外边的雪越来越大，但这个温暖的小窝却给了孩子们欢笑的底气。妈，念安带回来的灰菇，你想好怎么用了吗？没有啊，怎么女儿你有好主意了？妈，你看咱们的鸡蛋饼这么受欢迎，不如再加点新品吧，比如用灰菇做煎饺，肯定也特别好吃，到时候生意肯定更火。有你这丫头脑子就是灵光。行，明天咱们就试试，正好家里还有念安捡回来的那些好东西。大娘说干就干，第2天出摊就带上新品灰菇煎饺。香，太香了。我的天哪，你这啥煎饺？我至少吃过10个城市的特色煎饺，都没你这的煎饺绝。再来2份。我要1份煎饺，我要鸡蛋饼，2样都要。大家别急，慢慢等，都有份儿。谢谢您，慢走。姐姐坐在摊位旁的小凳子上，安安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看着林大娘和林婉忙碌却开心的笑容，看着食客们满足的神情。她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只懂本能求生、没有自我的气人了。她有了疼她爱她的大娘和婉婉，有了依赖她、信任她的同伴，有了想要守护的人，有了想要珍惜的温暖。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得更加强大，不仅要守护好现实里的家人，还要守护好末世里的同伴，让这份温暖能在2界之间一直延续下去。日子在斗转星移中悄然流逝，极寒天灾愈发肆虐。末世早已被茫茫白雪彻底冰封，姐姐的庇护所却是这片死寂里唯一的暖意。炉火常年不熄，地面铺着林婉寄来的厚实绒布，角落里堆着满满当当的泡面、压缩饼干和暖手宝，温暖如春。庇护所外是另一番炼狱景象，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过，发出呜呜的嘶吼，路面冻得坚如磐石，踩上去咯吱作响，时不时能看到冻毙的强大怪物，躯体僵硬地倒在雪堆里。有的獠牙外露，有的翅膀结冰，早已没了往日的凶厉，只剩一片死寂。因为姐姐已经与他们讲过大娘一家人，所以孩子们都大概意识到了姐姐带来的物资是谁在付出。阿晨的病已经彻底好了，他已经几次提起过要给大娘去找食材，
但都让姐姐以她要休养否决了。孩子们懂事了，面对来自陌生远方的善意，都积极想办法回馈着。但是冉冉也觉得，孩子们心中始终还有一种不安全感，是被妥善赡养着，无私的爱包围，却不知会不会随时从手边溜走的不确定。因此，他们都下意识地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用，帮上更多的忙，在那边世界的亲人眼中留下自己更多的痕迹。唉，该死的末世啊！有了阿晨的教训，婉婉已经给姐姐准备了额外的冬装，又到了愉快地换新衣服环节了。好暖和！哇，小何戴上小兔子帽子也太萌了吧！大壮找来一身同色的羽绒服套在外面，这样倒是方便。阿晨依然追求成熟，姐姐也换上了冬装。好吧，姐姐刚才是我声音大了一些，你和小何都最萌。出发！出发前，姐姐又仔细给每个小家伙整理装备。暖，出发喽！出发！哈哈，没想到是大壮最怕冷。极寒天灾下的末世，外面十分安静，原本的怪物要么冻死，要么冬眠了。不好，起风了！这样的环境里，风会带走大量的身体热量。姐姐赶紧带小伙伴躲到避风的墙角。花在前面，太好了！阿晨有了新发现，这次的食材是一种花。学小，再走，花好看。走啦！吃泡面，泡面，红烧的。来，泡面，等热乎。快，饿。姐，先吃，一起吃。香，好吃。好暖，好吃。等，这种天气泡面最好吃了。有大的。大怪物不怕，冻邦了，不咬人。煤气不咬，不怕。小伙伴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依然没有看到阿晨感知到的植物。严寒使得体力流失的比平常更快，大壮有些打退堂鼓了。就在前面。阿晨和小何马上鼓励了他。烤火，走，找花。终于，远方一个小土坡上，几朵犹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花朵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中。冉冉已经感觉到了这种花卉内流淌的纯净能量，这是一种比之前姐姐找到的所有植物都要珍贵的末世奇珍。哇，亮，摸摸，好漂亮！哈哈，别碰坏，大壮力气太大了，姐姐担心大壮把花不小心捏碎。好，能给婉婉姐护着不动，给姐花，谢谢大度，不客气。姐，暖，暖。回家吃泡面，烤火，暖。到了！花给婉婉姐，大梁喜欢。累，睡吧，等夜深，我送花给婉婉姐。这种末世花很像地球的天山雪莲，而且比后者的功效更加显著。同时，它蕴含的大量能量，却能以被人体温和的方式吸收。姐姐还不知道的是，这种雪莲花在末世也算一种宝贝。给婉婉姐，给大陆。辛苦念念了，以后不许一个人冒险，知道吗？妈，你快来看，能吃。好，妈，咱们今晚各吃一株。谢谢念安。根据冉冉的推算，单独服用一整株雪莲花，你先喝，可不只是对容貌的改观，更重要的是生命整体质量的提高。就是说，婉婉和大娘至少延寿了10年。这是泥壳？怎么回事啊？快洗掉，快洗掉！天哪，好白好嫩！妈，你快来看！怎么了，小小？哎呀，细纹淡了，年轻了好几岁哟。我也是，又白又嫩，这花太神奇了，都是念安带来的花的功效。妈，这花效果太强了。我原本想拿一株卖给美容院，换点钱买物资，可我有点担心有隐患。你一个学生，没别的人脉，可以先拿一株试试，别贪多。我也是这么想的，先投石问路，赚钱还在后面，不能辜负念安的心意。念念，你看，我和大娘都变好看了。好看。念安，咱们去美容院卖一株花，赚到的钱给念安好不好？泡面给大壮。念安，我们出门吧。念安，姐姐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我们先只拿一株先试试。赚钱，
买泡面。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找你们负责人，有一样宝贝想卖给你们。好的，请稍等。您好，我是这里的院长，听说您有宝贝要卖给我们。这是天山雪莲，品相太好了，质地通透，没有一点杂质，罕见十足。这绝对是极品天山雪莲，太难得了。算是同类的珍稀品种，是我朋友从深山里采摘的，就这一株，想问问你们能出多少钱？5万块一株，小姐，这个价格绝对公告。市面上这么好品相的雪莲，5万块根本找不到。很多吗？要是你还有更多，我们还能加价，每株再加1万。婉婉姐，5万块能买多少泡面啊？能，而且能买很多很多。5万块能买几百箱泡面，还能买几件80的羽绒服，还有钢琴、暖手宝，足够你和大赦、阿晨、小莫过冬，再也不用挨钱受冰了。几百箱，好多啊！念安，我们把钱存起来，这样钱就不会丢啦。哇，姐姐是富婆了，嘿嘿，那冉冉就是小富婆的弟弟。这是你赚的钱，以后姐姐教你怎么花钱，怎么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姐姐今天带到末世的好东西是各种各样的灯，孩子们马上开心的玩耍起来。看，这是给大家带的，以后晚上再也不怕黑了。按着这里开关。不愧是大壮，冉冉一点都不意外。哇，可以调亮调暗。阿晨想起了以前的夜晚，怕了。以前在末世没有任何光明。好亮啊！哈哈，我最厉害！哇，又不是鬼啦！哇，整个房顶都看得清楚。这个灯可以挂起来，也可以放着，很安全哦。有光真好。姐姐继续告诉阿晨手电筒和各种灯具的使用方法，其他孩子还在乐此不疲地玩着。很快到了孩子们该睡觉的时间了，在旁边柔和的夜灯照耀下，孩子露出了沉浸美梦的神情。外面的环境依旧恶劣，寒风呼啸，冰霜覆盖了所有的废墟，偶尔传来的怪物嘶吼声让人不寒而栗。白天暴雪开始变小，姐姐偶尔会带着孩子出门巡逻，几次空手而归后，今天姐姐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低能量食材，一种生长于石头缝里的岩耳。岩耳口感软糯，吃着有肉感，又有植物的清香，饱腹感强烈。确认了食材没有问题后，姐姐马上采集了更多，带去了县市。婉婉，这个能吃给大娘？行，姐姐吃吃看，谢谢念安。这种饱腹感又像是肉，又有香料植物的香味，适合做什么呢？有了，再混点鲜肉，这就是最好的烤肠原材料。妈，这是念安心带给你的食材，我建议你可试着做烤肠，一定好吃。行，还是你主意多，妈试试看。许多年没灌烤肠了，也不知道手艺丢没丢。这香味没问题。大娘，这烤肠也太香了吧！里面的这种肉软糯可口，香气十足。再来2根。大娘，这是什么肉？这不是肉，是一种我山里老乡带来的野菌菇，只站在石头缝里，菇质被石头挤压，因此吃起来口感紧实，所以像肉。卧槽，这种等级的野货，那不是独家秘制烤肠？原来我还觉得20元一串贵了，现在我觉得大娘定价还是保守了。不说了，再来5串。我也要2串。谢谢大家支持。之前我不经常跟着母亲摆摊，主要是生意也没忙到这种程度。可以尝尝灰布煎饺。啊，煎饺也没了。还有野葱鸡蛋饼，这个备货多，大家可以尝尝。不好，烤肠和煎饺卖得太快，排队的人还是那么多，这是要出事了。盐儿烤肠和灰菇煎饺都卖完了，下次要等老乡上货。各位客人对不住了。前面的人买了太多，才让后面的人都没照到。某些人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天底下买卖屋都是先来后到，你们自己赖床来晚了，怪谁啊？大哥说的对，
明天我凌晨3点就拿个小马叉来这儿排队。我操，小兄弟起这么早？不是啊，是我还没睡，正好吃完回家睡觉。溜的小兄弟。野葱鸡蛋饼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尝尝。那就来一个鸡蛋饼吧。我是林大妈的女儿，也是大家面前林氏全控股的小吃问合体 CEO。首先给各位朋友道个歉啊，今天我们母女都没有预料到生意会这么好，因此没有限量。以后林大妈小吃摊的灰菇煎饺和盐饵烤池全都限1人1份，不可多买。一定想吃第2份，必须重新排队。还好女儿在，不然面对这一双双没吃饱的眼睛，还真有点吓人。第二，老乡送过来的灰菇和盐饵都是来自遥远的大山，这其中路途遥远，林大娘小吃摊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为了防止各位错过发售时间与超量排队，待会儿我将建立一个稀有小吃发售通知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一下。好，这个好，我要加入，算我一个。我也要加我一个，放我。大家别急啊，也别挤。好，你说，赶紧说第3。还有第三，野葱鸡蛋饼每天不限量。太好了，谢谢林老板。以及林大妈小吃摊营业时间，早市6点到9点，晚市是下午5点到8点。按照原有队伍排队扫码加群，每个人都能加上。大家别急，慢慢等。今天多做一些，保证大家都能吃到野葱鸡蛋饼。谢谢，祝您用餐愉快。刚出锅的，趁热吃。味道怎么样？太香了，这饼绝了。真是充实的一天啊！多亏了念安的各种珍稀食材，妈妈的小摊生意才这么好。随着盐饵烤肠的推出，林大娘的小吃摊人气再创新高。不仅海城本地的食客纷纷前来，甚至有不少外地的食客专门驱车前来，就为了尝尝这独特的美味。小吃摊的规模也渐渐扩大，从最初的1个小摊位扩展到了3个摊位。林大娘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2个帮手，可依旧供不应求。网上关于林大娘小吃摊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有人分享自己吃小吃的体验，有人询问小吃摊的地址，还有人想要加盟。一时间，林大娘的小吃摊名声大噪，成为了海城的网红小吃。林大娘看着火爆的生意，心里满是欢喜。姐姐坐在摊位旁的小凳子上，看着这一切，眼里满是自豪。她知道这些都是她从末世里带回来的食材带来的改变，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大娘和婉婉的疼爱。这一刻，姐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继续穿梭于2界之间，收集更多的食材，赚更多的钱，既要让大娘的小吃摊越来越红火，也要让末世的小伙伴们能在这残酷的末世里拥有一个温暖安稳的家。同时，姐姐卖出去的第1朵雪莲冰破花也迎来了真正的客人。这是林小姐提供的冰货花瓣，功效极其珍贵。天山雪莲，传说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天珍地宝，今日一试。开始唤醒沉睡的细胞，请睁开眼睛吧。这皮肤怎么这么亮，细纹都不见了，效果太好了。一定要找到那个女孩，必须要长期合作。你就是林婉吧？我听说那株天山雪莲是你卖出去的。是的，阿姨，是我卖的。姑娘，我是柳如烟，你手里还有没有那种雪莲？我愿意出高价，多少钱都可以，只要你能再给我1株。林小姐，我们院长愿意出10万1株，比上次的价格翻了1倍，你看怎么样？实在不好意思，叔叔阿姨。姑娘，20万，我出20万1株，你再找找，哪怕只有1株也可以。阿姨真的没有了，我也没办法。姑娘是对价格不满意吗？我们还可以再谈。50万？不，姑娘，100万1株，这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阿姨，真的对不起，我是真的没有了。林小姐，她是真正的大金主，不在乎钱，就想要那种雪莲。你要是有的话，一定要优先考虑我们。这样，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雪莲，不管多少，
我都以50万的价格收。要是你觉得价格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再谈，千万要第一时间联系我。这是我的电话，记得联系我。好的，阿姨，我知道了。要是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联系你。价格的衡量只是一个方面，柳如烟可以出到100万的收购价，却依然害怕自己把花卖给其他人，说明价格仍然没有触及上限。想起同学说过，海城有一家奢侈品单门店，1个月的销售额就有3个亿，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而富婆就是我进入这个高端市场的突破口。但是人们不会珍惜轻易得到东西。为了维持雪莲冰魄花的价值，我必须严格控制它流入市场的数量。这是我不诚实的原因，也是我控制柳如烟的一种手段。阿姨，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找到一片脱落的花瓣，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这不是一整株，你看，50万怎么样？柳如烟马上回复了消息，语气中带着急迫，那种急切的语气，就像初高中时大家抢着去食堂打饭一样。我没有急着回复柳如烟的消息，放着手机在一旁嗡嗡响着。我在想，从这条高端贸易线上，我们除了收获金钱外，还应该收获额外的什么？计划一点点在脑海里清晰，是安全，是一面由豪门贵妇组成的柔性盾牌。花瓣呢？我把钱带来了。姑娘，钱都在这里，50万，一分不少。你记住，只要你朋友那边有冰魄花，不管多少，我都要，哪怕是1000万一株，我也愿意。一定要记住，只要有冰魄花，不管多少，都先告诉我。阿姨，我会记得的。没想到他真的愿意50万买一片花瓣。看来对服用过雪莲冰魄花的人来说，这种花已经是无价之宝了。想起之前一株雪莲冰魄花，我只卖了5万一株，确实有些心疼。不过完全可以把那株花当成钓上大鱼的饵料。现在看来，这条鱼或许还真有些翻江倒海的能力。不管了，这么大额的现金放家里不安全，先存到念安的卡里吧。婉婉，那个阿姨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花瓣？因为冰魄花很特别，能让阿姨变得更年轻、更漂亮。这是一种能让人疯狂的能力。但念安要记住，以后不要再随便给别人看冰魄花，也不要告诉别人冰魄花是从哪里来的，好不好？不然会有坏人来抢，会伤害到我们，伤害到大壮他们。我知道了，婉婉，我不告诉别人，只有我们还有大娘知道。念安，从现在起，我们家再也不会缺钱了。那可以给大壮买好多好多的泡面，给小何带新衣服，给阿晨买新鞋子。与此同时，末世的极寒天气愈发严重，地窖外的温度已经低至零下50多度。地窖里，大壮正用力量异能加固地窖入口，阿晨坐在角落，用感知异能探查着周围的动静。小何则用控火异能加热着念安带回的粥。婉婉给的暖。念安，外面很安静，没有怪物，也没有失智气人，但城邦方向有很强的能量波动，好像有很多人在聚集。听到是城邦的消息，姐姐本能的有些不安。辛苦你了，阿晨继续警戒，有情况立刻告诉我。姐姐皱了皱眉，眼底闪过一丝凝重。她知道城邦的秘密迟早会被揭开，而那些聚集的人或许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危险。平静了2天后，自城邦方向的能量波动不仅没有衰减，反而开始进入了一段高峰期。身为异能者，姐姐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着大量异能者聚集。为了防范于未然，阿晨主动地提出要单独靠近城邦，用他的异能详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量的城邦士兵呼啸而过，幸好阿晨提前观测到了他们的路线，勉强避开了他们。阿晨没有因为危险退缩，因为当极寒仍在持续时，这些丧人士兵却仍在活动。
这说明了城里大概发生了一些大事。巍峨的城邦最终在阿晨眼前再度展现，冰封的记忆似乎出现了波动。这座城邦绝非末世中的乌托邦，却的确仍庇护着末世中大量猿人、丧主、丧人，除了被放弃的弃人。地窖里的温暖记忆在阿晨眼中闪过，士兵守卫的是城邦，而他守护的是同伴。他必须将这里的情况带回去，告诉念安。阿晨小心地收集情报，推测城邦内的风云。这时又一大批士兵从城门口出现，为首的城邦士兵很快分成2列，而当中是大量垂头丧气的丧人平民，他们正在枪械的瞄准下被迫离开城邦。看着眼前这一幕，阿晨隐约回想了一些自身的记忆，似乎在10几年前，他也是这样被丢弃到城外的。他想起来了，他知道城里正在发生什么了。极寒天灾下，城邦无法养育所有的人口，每当这时，城邦内就会发生政变，失败的一方则会被流放成为弃人。只是这一次是哪边赢了？被撵到城外的弃人很快因为大量聚集吸引来了怪物，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彻底丧失神智的同类弃人。一场几乎单方面的狩猎开始，而城邦的士兵只把枪械对准想要挣扎回到家里的人。阿晨内心恐惧，知道这时他必须要离开了。阿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山坡、士兵、流放丧人、失智异人、童话。阿晨磕磕绊绊的讲完自己看到的一切，姐姐很快做出了决定，她要带孩子亲自去看一看，因为目前的庇护所距离城邦不算遥远。如果情况更糟了，姐姐必须带着孩子放弃当前的庇护所。姐姐叮嘱着孩子们路上要小心，要跟紧她。大壮拍着自己胸膛保证，他一定会保护好大家。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摸到了城邦的近处，大量的人类仍然不断地被城邦流放成为弃人。透过城墙上缘偶尔升起的滚滚烟尘，似乎在诉说，在城里此刻也并不宁静。尽管姐姐与孩子们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当彻底失了智的疯狂弃人开始攻击着刚脱离城墙保护的同类时，孩子们仍被眼前残酷的一幕吓到了。来自现实的温暖，有时也会让他们忘记自己还身处极寒的末世。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量的人群聚集，吸引来怪物潮。士兵开始退回到坚固的城墙后，而被放弃的弃人则只能四处逃命。速度慢的人则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眼前的一幕深深地刺激了姐姐，但姐姐依然保持着理智。他们只是4个勉强自保的孩子，现阶段仍然无力改变任何事情。位面怪物的强大在于他们几乎不可能被消灭干净，不能在原地停留了，这样会吸引怪物们的注意力。姐姐带着孩子离开城邦，返回自己的地窖庇护所。一路上，姐姐频繁地回头看，似乎要将今日的事情刻在脑海深处。别怕，我们好好守护地窖，好好活下去，不会被流放，不会被同化。幸运的是，这波大部分被流放的弃人还是活了下来。对于城邦外的生活，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准备，只是现在极寒侵蚀，只能龟缩在地洞里，等待天气转暖，静静等待着风雪停歇，土地上重新长出新芽。阿晨以后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城邦方向。他模糊的记忆中有着弃人流放的真相。弃人就是被放弃的人类。大量的弃人在荒野游荡，本就是那座高城刻意营造出来的局面。因为在位面怪物、天灾形成的连续性世界末日中，弃人本就是被设计并使用的第一面盾牌。这就是弃人的真相，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而他知道，一般有了第一批弃人，很快就会有第2批、第3批，直到平衡重新达成。这是一个彻底绝望的世界。但孩子并不害怕，因为他们已经抓住了另外一个世界伸出来的手。念安，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啊？念安，你可以去幼儿园啦！太好了，太好了！幼儿园是什么呀？幼儿园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和老师的地方。在那儿要做什么呀？念安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玩具、画画、听故事、吃点心，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哦。这是你的新书包，去幼儿园就要背这个，漂亮吧？我每天都要去吗？是呀，每天都要去。不过我和老师打过招呼了，念安有事婉婉姐随时可以接你离开。念安，你可以去试试看，我们永远在这里等你回来。好，我
我去试试。好孩子，我们支持你。姐姐其实也很期待这里的孩子会和末世有什么不同，但她也有些害怕，毕竟她只是一个人，其他孩子会不会因为这些不同讨厌她？我是李老师，真是个和蔼的老师啊。婉婉看到姐姐没有不适应，才放心的离开幼儿园。你好，我叫朵朵，我们一起玩好不好？朵朵是姐姐在幼儿园交到的第一个朋友，此时姐姐也发现了，孩子们并不在意她从哪里来的。好，姐姐很快融入了孩子们，一个孩子不小心跌倒了，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姐姐因为末世经历而早熟的心灵，让她有了家长意识。她下意识地把这个孩子当成庇护所的孩子，耐心地帮他擦拭眼泪，安慰着他。玩闹过后，姐姐主动帮助老师收拾玩具，教导还不会说话的孩子说话。姐姐成熟暖心的举动，很快受到了其他孩子的欢迎。短短半日，姐姐就成了幼儿园的大姐头。看着这一幕，姐姐内心生出一丝信念，不管是现实和末世，只要是孩子都是好的。时光荏苒，姐姐入学幼儿园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姐姐逐渐习惯了上午在幼儿园学习玩耍，下午和婉婉聊天，晚点偶尔去大娘的摊子看摊子。到了晚上，大多数时候则回到末世那边照顾伙伴，顺便休息。日子忙碌却很有盼头，姐姐逐渐把城邦门口看到的画面藏在心的最深处，就像是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哈哈，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冉冉一点不意外。这个早熟的男孩还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呀？姐姐所背负着的东西，或许是一个世界的希望。收起来，好好放着，谢谢你们。这边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地奔跑。每天最烦恼的事情，或许是中午吃什么。对比末世，此刻末世那边风雪不停，环境愈加恶劣。好在城邦与怪物都没了消息，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了。1个月很快过去了。末世那边，城邦方向逐渐宁静，室外依然是比人还深的雪。现世林婉的高端莲花贸易有了不错的成果，姐姐学会网购，凭借着自己的小金库，给末世小伙伴带了不少好东西。温馨的小屋越来越像样了，但现实更大的突破在林婉那边，这个月收益数字的0已经到了冉冉也数不清地步了。这个月的销售额是4亿多，总共供货也没超过10株雪莲花啊。一下子获得太多钱，最近上学都心神不宁了。对了，以前舍友说过一事情，原来还觉得夸张。我表姐说他们店上个月销售额超过3亿了。这些有钱人真舍得买，钱是大水冲来的吗？没错，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钱还真和大水冲来的差不多。现在我也打开了财富的水龙头，只要手握着独一无二的雪莲贸易线，不管念安在末世收留多少孩子，我们都能养得起。不过说起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还不得不提现在的1号代理人，也就是我们的1号客人柳如烟。与柳如烟的合作，以及她身后人脉的帮助，才使得现在每卖出一片雪莲花瓣的价格都要超过上一片。4亿多这个数字已经让冉冉晕了。林婉把盈利的80%都转给了姐姐，存进了专门给姐姐办理的银行卡里，剩下的20%则变成了企业运营的资金。没错，林婉开公司了，每一月这么多钱，用个人收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林婉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总经理是富婆柳如烟。柳如烟卖掉了自己的公司，专心成为了这条贸易线的1号代理人。这样，林婉和姐姐一样，就可以藏在幕后，也避免了因为自身的不成熟，导致雪莲价格被压。林婉问过柳如烟，为何会愿意放弃自己的公司来给她打工？柳如烟说，林小姐，当一位王者即将登临她的王座时，最好的选择绝大多数都不是阻碍她，而是成为能被她记住的合格垫脚石。而且凭借着珍贵的雪莲线，我的人脉也在像一棵大树一样疯狂生长，这些都是金钱所不能衡量的价值。姐姐并没有因为得到了大人的帮助就原地踏步，她一直跟着婉婉学习现世的方方面面，因为她知道总有一天她要独自面对末世的那些复杂纠葛。念安，咱们这个月的贸易盈利又增加了，我已经把钱转到你卡里了。不用，婉婉，你帮我存着。
好，都听你的。不过念安，你现在也是小富婆啦，以后可以给自己买一些喜欢的东西，不用什么都想着我们和小。我也给买了新围裙，你每天辛苦了。婉婉，这是给你的笔记本，希望你学习更顺利。谢谢念安，这个笔记本好可爱，我很喜欢。这是给你们的零食，希望你们每天都开心。太棒了，谢谢念安姐姐。念安真是大姑娘了，懂事又善良。我们有念安，真的好幸福。念安有你们，也有大壮他们，大家都在一起，真好。大壮，你看，这是大字，我会写啦。孩子们正在看动画片，当看到灰狼狼又飞起来，小何开心的手舞足蹈。林婉用柳如烟发展出的高端莲花贸易线，终究是纸包不住的火。柳如烟的确在海城拥有着顶级的人脉资源，但他们贸易的资源不仅是顶级富太太不惜代价渴求的外贸资源，更牵扯到人体寿命这个终极议题，哪怕是他们所有人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柳如烟的客人经过层层选拔，拥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并且会签订保密协议。当服用者亲身经历那一夜的奇迹后，他们为了再次获得雪莲花，大多会彻底变成雪莲花的拥趸，但是也有少部分人会生出不该有的心思。终于有人打破了默契，成为投石问路的那颗石头。你们是谁？有什么事儿？林小姐，我们老板想要买你手里的天炫雪莲，请你开门，我们好好谈谈，不要逼我们动手。糟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幸好念安这会儿不在。对了，去找柳如烟，她好像已经搬到了附近。什么？他们不想活了吗？林小姐，是我的疏忽，我马上到。你们是谁？敢在我朋友家门口闹事？不想活了吗？夫人，我们是奉老板之命来向林小姐购买天山雪莲的，与您无关，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怎么与她无关？柳如烟女士是天山雪莲的1号代理人，而我只是她手底下帮她一个打工的大学生而已。没错，林婉与你们想要的天山雪莲无关，让你们背后的人直接来找我，不要耍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既然夫人这么说，那我就以此转达我的老板了。这次就这么算了，但不要以为你们真能守住这么宝贵的天山雪莲。要知道，背后对他感兴趣的人可不止我的老板。姑娘，可能是我的纰漏导致了你信息的暴露。为什么这样说？雪莲线一直是你我一条线联系，外面的人再怎么查，应该也只能查到我。但既然能绕开我，直接找到你，说明是知道我的货源是你，那就是本来就在这件事情里的人。美容院？没错，是我的疏忽，忘记了填饱或者堵住院长的口。林小姐，非常抱歉。刘姐，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你，我也忘了。你放心，我保证你在海城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刘姐也没放心吧，合法合规。谢谢刘姐。不用谢，你是我现在的老板，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还想长期从你这里获得天山雪莲，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念念，今天有件事要告诉你，冰破花的消息泄露了，还有人上门来家里闹事。你们会不会有危险？别担心，阿姨已经安排的保镖守在我们家门口，倒是你们在末世里不要轻遇到危险。是啊，念念，我们没事，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要是有危险就回来，大娘和婉婉都在等你。第二天，富婆柳如烟就安排了4个保镖守在林婉家门口，加上昨晚的2个保镖，24小时轮流值守，保护林婉和林大娘的安全。同时，他也给美容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被吓得魂飞魄散，发誓再也不敢泄露任何关于天山雪莲和林婉的消息，还主动辞去了美容院院长的职位，离开了海城。林婉也陷入了思考，他一开始将雪莲花卖出去这件事是不是做错了？以他一个平民身份，即使有柳如烟的帮助，真的可以守住这种堪称瑰宝的莲花吗？他真的有能力守护好家人、念安还有那些孩子吗？他内心的踌躇很快转化成了一种力量。林婉不再迟疑，雪莲的贸易线是他亲自建立，本来也预想到了会有想摘桃子的人。当初念安需要他的帮助，不利用两界贸易，他家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念安。况且雪莲线不只是一份诱人的饵，会引来豺狼，也是一棵正在成长的大树，会自发地找到守护者。柳如烟就是如此。保持平衡的关键是拥有相对对等的力量。
还有林大娘的小吃线，如今已经在海城拥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在如今他们母女都不缺钱的情况下，摆摊这种辛苦活，他们其实已经可以放弃了。但林婉却始终没有劝过大娘，因为在林婉觉得，这种能不断将末世美食分享给更多人的事情是一件好事。雪莲县掌握高端人脉，获得金钱与力量，小吃县让末世美食潜移默化地改变一部分人的胃口，胃口即心，让人心向被提前落地，这是一种准备。为了最后或许无法避免一件事情做准备，那就是在最终坦白的时刻，站在他们这边的人能够足够的多，足够的重。呀，姐姐这身真好看，今天是什么流程来着？哦，是县市的多方豪门势力伸出了的狗爪子，都被以柳如烟为代表的新兴雪莲集团打断，彼此各方达成新的平衡。林婉解了自己的禁足令，带姐姐来商场透透气，就让姐姐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平静吧。现世的姐姐正是因为有了大人的庇护，才能安心展现出孩子的无忧笑容，而在末世，她是其他孩子依赖的核心，她又是一个被衬托出来的小大人，自然显得沉着冷静。姐姐的两面，冉冉都喜欢，但冉冉私心还是想让天真的姐姐存在的更久一点。幸好末世那边由于极寒天灾，外面也比较宁静。婉婉，我突然发现，我还没见过你那些小朋友长什么样。我天天听你说大壮、小何、阿晨，结果我连他们脸都不知道。可我不会画画。不是画画的问题，主要两个世界又不能直接通讯。等等，你可以带相星机回去啊。相机？欢迎光临。有没有操作简单一点的相机，适合小朋友用的？最好抗摔、防冻、续航强。在家。相机是什么？哦，对了，是那种可以把帅气冉冉记录下的东西。一台能在末世稳定运行的相机，一定要是质量最好的。我和念安一定好好挑选。买一大一小两个相机的原因是，微单可以记录最清晰的画面，拍立得可以孩子们及时看到自己拍照的成果。要教一下念安如何使用相机。这个按一下就能拍照，这个是看照片的地方，这个拍立得会直接出照片。哇！念安，我想看看你的家。姐姐一学就会，可惜冉冉还是不能出现在现世。最帅气的冉冉是无缘被孩子们看见了。好嘞，念安，我们回家吧。姐姐当晚就穿越回到了末世，哈哈，冉冉已经开始期待孩子们的反应了，一定会很好玩。这是什么？相机，能把大家拍进去。这玩意儿吃人！好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吞噬人灵魂的异能道具吗？不是吃掉，是留下样子。听起来更恐怖了。这个不好解释，还是直接拍给他们看吧。小何被闪光吓了一跳。当相片缓缓从机器里面吐出，看到相片上逐渐清晰的画面，让孩子们都快惊掉了下巴。他下蛋了！哈哈，不愧是大壮，连下蛋都来了。火炉跑直里去了。哇，真的一模一样。不是异能。感知敏锐的阿晨很快发现了这种机器中没有异能，是现世的东西。听到这里，孩子更加睁大眼睛，盯着这个会留下洋子、会图纸的神奇机器，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全新事物。姐姐拿出了另外一台相机，孩子们小心地靠近，像是怕弄坏了它，也像是怕被后者吃了灵魂。没想到最胆小的小何竟然第一个拿起姐姐放在旁边的拍立得，
给同伴们都拍了一张。相片里，孩子们围坐一圈，彼此信赖。这或许才是小何先拿起相机的原因，因为他最小，想得简单，并且无条件信任姐姐。站好，这样，别乱动。姐姐先给胆大的大壮拍，孩子们终于卸下防备，但面对陌生的镜头，还是有些无措。我怎么这么傻？你们看，我像不像笨笨熊？来，小何，我不要。别怕，别怕，不会的，拍完就出来啦。哈哈，只敢睁着一只眼拍照的小何真可爱。大壮哥哥，笑！阿晨别跑啊！一轮下来，孩子们都玩开了，姐姐也拍照上头了。一时间快门声不断，小屋里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平常不起眼的角落，一旦被记录下来，又好像变得和以往不一样了。大壮不满足于在小屋里拍照，因为这里会把一切都拍小。打死的！本来就是你打死的，不一样，拍下来更帅。阿晨也拿起相机，但他的视线始终没有放在自己身上，他看向了被冰雪覆盖的远方。他想拍的是末世，是这个世界本身。姐姐察觉到了阿晨异样的情绪，她伸手指向远方，她跟阿晨说他们会走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拍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拍合照，大家站好，大壮站中间，小何靠过来，阿晨别板着脸啦，笑一笑。姐姐想起买相机的正事，是要把孩子们的样子还有生活环境记录下来给现世的林婉看的。看着照片里开心的孩子们，姐姐似乎是第一次看到了幸福的具体形状。姐姐又重复拍了几张，留下给孩子们当做纪念。冉冉能量也充满了，一切就绪后，姐姐带着那张末世中第一张穿越现实的相片回到了家里。林婉早就在等着了，她从姐姐手里接过相片，神色很快变得悲伤起来。这份照片承载的东西，既是这个两个世界一个家的首次相见，也是哪怕都世界末日了，孩子依旧乐观精神的记录。以后巡逻的时候可以记录东西。末世那边相机并没有被姐姐带回来，它被留给了孩子，主要是阿晨，他会拿着这台来着现实相机，一点点的记录这个末日世界的模样。即使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世界，墓碑上也需要有人为他刻画墓志铭。末世的极寒天灾已经来到了第3个月，孩子们因为姐姐源源不断带来的现实物资，首次度过了一个不挨冻、没受难的天灾。但废土上的风声变了，从前的风像刀，刮过破碎楼群时，只会发出尖锐、空洞、没有生命的笑声。可这几天，风里开始夹杂另一种声音，那声音极轻，像冻裂的冰层下面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爬行，又像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怪物，终于在漫长饥饿后睁开了眼睛。阿晨最先察觉到这种变化，他蹲在地窖入口外的断墙后，瘦削的手指按在雪地里，冰雪的寒意顺着指尖钻进骨头，可他没有缩手，只是闭着眼，努力把自己的感知一点点扑出去。更远处是城邦的方向，那里有很淡的金属声，有人拖拽铁链，有士兵的靴底踩过洞穴，有粗暴的呵斥，还有被压抑的很低的哭声。阿晨的睫毛颤了一下，又有人被流放了。这些天他几乎每天都会出来警戒。念安以为他只是担心怪物靠近地窖，大壮以为他是闲不住，小何则每次都把烤热的土豆塞给他，让他别冻坏手。只有阿晨自己知道，他总是忍不住往城邦方向探查。他并不期待城邦变好，只是随着现实的教育和充足的给养滋润下，孩子们也逐渐有了自我的意识。阿晨最为聪慧，过去的记忆一点点的苏醒。他只是偶尔会想，也许有一天风雪会送来某个熟悉的名字，某个父母旧时留下的线索，或者某个还记得他父母的人。可每一次他等到的都只是更残忍的消息。今天也一样。在这一批被流放的人群中，
阿晨似乎捕捉到一抹让他有些熟悉的气息，但很快有一种特殊的怪物打断了阿晨的感知过程，并对他造成了反噬。每次城邦流放起人，都会吸引来怪物，这一次是一种精神系的奸豪怪物，它或许不像那些大个头有力气，却更加让人防不胜防。阿晨知道，这一次他的侦查要到此为止了。哪怕是那群人中真的有他熟悉的人，他也不能冒着将怪物引回庇护所的风险，继续停留在这里。阿晨抹除自身来过的气息，小心地溜出城邦附近，然后马上不停地往庇护所跑去。他跑得太急，差点被半截钢筋绊倒，手掌擦过碎石，立刻渗出血来。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把双手攥进袖子里，继续往前冲。地窖入口被厚厚的破布和木板遮住，从外面看，只像一处塌陷的废墟。阿晨钻进去时，里面却有一股与外面完全不同的暖意。小火炉压着暗红的炭，温暖的火光照亮了庇护所内部。大壮坐在火炉旁磨一截钢筋，磨得火星细碎。小何把冻硬的萝卜切成小块，准备丢进锅里煮汤。又流放人了，我怕他们把怪物引到附近。孩子们都停下手上的活，看向阿晨。要不要去看看？现在不能去，我没法确定路线，外面太乱了。阿晨带回来的坏消息，还是在姐姐的心头上埋下一丝不安。极寒天灾已经发展到末期，气温有了一定回暖，如今外面怪物活动已经比之前频繁了。今天所有人不外出，我去检查入口。更重要的是，城邦3番2次的动静都在证明这片土地正在变得不安全。一旦寒潮彻底退去，饿疯了的怪物和饿疯了的同类还真不好比较，谁更加可怕。这里距离城邦或许还是太近了，所以现在庇护所处境正在变差。或许是该离开这里，前往离城邦更远的地方了。姐姐没有思考太久，很快做出了决定。明天白天，她就要带领小伙伴离开这里。她没有对他们亲手打造的温馨小屋产生太多留恋，她100年来都遵循着的避险思维，只是在现实教育下变得清晰，却没有被腐化。末世下不允许人有太多的犹豫。再说姐姐有空间异能，庇护所如今的摊子还没铺大，所以姐姐在哪里，庇护所就在哪里。快走！我周国主兢兢业业，为城邦付出几10年，没想到是个如今的下场。周公，能站起来吗？能。他们真的不会让我们回去了？门都关了，你还想他们给我们发个通行证？你能不能别这个时候还开玩笑？不说笑，我怕你哭。真是吸血呀！没想到这山由我亲自主持修造的城门，最后竟然是把我自己关在城外。丧主一员和人类一员的斗争，最终只是各打了50大板，而真正付出代价的人，却是我们这种从未走进那座议会山的人。从未选边的我，怎么就成了输的那一方呢？或许正是因为我没有选边，但我知道这座城从来都是只出不进的，哪怕是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失败丧主们也没有例外。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有趣，城邦又开始流放人类了吗？人类的内斗是刻在基因最深处的片段，哪怕是变种丧人和那些强大的丧尸丧主也不例外。讽刺的是，正因为这种共有的劣根性，
才让我们回归了人类集体的怀抱。因为拥有的恶，我们都差不多。我是一个丧尸，或许如今时代的丧尸身体已经温暖，但心大多依然处在冰封之下。我名字是顾生，但我不顾生，只求死。太弱了，根本无法杀死我。等一下，谢谢你救了我。不想死，就不要跟着我。现在我们怎么办？我们远远地跟着他，不要触怒他。他很强大，或许我们有机会活下来。阿泽说的不错，苏晴，我们也一起跟上吧。好的，老周，我跟你们一起。不怕我吗？要不要杀了他们？算了，他们之中有一人的父母，好像与我曾一同跪在过主人的面前。现在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里，或许他们也是主人消失后留下的不多痕迹之一。老周，他带的路好像不太对劲。我也发现了，但如今我们已经没法回头了。你没事吧？滚开！你干什么？他是医生。我不需要医生。你会死的。那正好。这根本就是一个求死的疯子，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才让眼前这个强大的男人如此厌恶这个世界？你至少该补充能量。你是从城堡自己出来的，你不是丧人，也不是猿人吧？你应该是一个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变得稀少的高等级丧尸。高等级丧尸？他的自愈速度高的不正常，异能的能量阈值也很高，的确很可能是活了很久的高等级丧尸。知道太多会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也快死了。我有个叔叔，也被流放到城外过。我爷爷以前是城堡县卫队的人，我爸妈不让我提这些，说那是会惹祸的旧事。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有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叔叔，小时候就能把比他高一头的孩子推飞，后来家里出事，他就不见了。他叫什么？壮壮，家里人都这么叫他，我不知道他正式名字。壮壮，你叔叔失踪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1年前，和陈星被流放的时间很近。陈星是谁？我老友的孩子，他父母死在那场政治风波里。那孩子当时太小，被当成无用人口丢出了城。我一直以为他活不了多久。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都活着，可能会在一起？孩子在城外想活下去，最可能聚在一起。那我们去找他们。你知道城外多大吗？那也找。反正我们本来就没有地方去，找人总比等死强。如果他们还活着，可能受伤，可能缺药，我们至少该试试。找人，我找了主人近100年，却依然一无所获，真是一群痴心妄想的人。主人对我说过，顾生，如果有一天我输了，别管我，救下孩子。可后来我没能找到那个孩子，我的主人
她疯了，她的丈夫莫名消失，孩子被偷走，她向全世界宣战，所有人都说她成了真正的怪物，只有我知道，她只是失去了最后一根把她拴在人边的线，就像是今日的我一样。走吧。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依然不相信会找到那个孩子，但就像是小夏说的那样，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找人或许还有一丝希望。等一下，那边好像有东西，我去看看。是一个被伪装过的地窖入口，太好了，孩子们或许就在里面。阿晨原本只是例行感知周围动静，却忽然感到临时庇护所西侧的雪坡上出现了一片空白，那里明明有风、有雪、有裸露出来的碎石和几根枯草，可在他的感知里，那一小块地方像被人用布蒙住了，什么气息都透不出来。阿晨脸色立刻变了，他第一反应是城邦的人找到了这里，他们都逃到了这里，那些人还是不愿放过他们吗？阿晨马上返回，找到了还在整理物资的姐姐，孩子们再次向那个区域小心地靠近。如果有什么危险，姐姐会立刻收起现在的临时庇护所，再次连夜向城邦更远处迁徙。当靠得足够近后，阿晨的感知异能终于撕破了那片空地的伪装，一个让人意外的身影出现在雪地上，一个独行的弃人孩子。你们好呀，我不是坏人，我叫乐乐，藏在这里只是躲避那些快要苏醒的怪物，没想到吓到了你们。他刚才伪装了自己，也伪装了这片雪坡，只是略微破损但厚实的衣物，还没有退化的语言能力，他的来源相比聪明的姐姐已经看出来了吧？但眼见的也是真实，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刚刚被流放的孩子。我不是坏人，我叫乐乐，就是如果你们有吃的，我可以先用笑话换一点点吗？我很会讲笑话，也很会笑。笑话会笑，虽然听起这个孩子想白嫖姐姐，但冉冉不会笑话他，因为在这个末世里，笑容的确是一种奢侈品。我异能就是这个嘛，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也可以把一小片地方藏起来。可是我太饿了，伪装撑不住了。真的给我，好吃，这是我被流放以后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你会说话，你被流放才几天吧？1周、1个月，反正每一天都很长嘛。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孩子们回到了临时庇护所，阿晨给他处理冻伤，小何把他破烂的外衣拿到火边烘，大壮站在旁边抱着胳膊，嘴上说麻烦，却把自己睡觉用的那块厚毯子丢到他身上。你们这里真暖，我不是白吃饭的，我可以帮你们伪装地窖入口，承包的人来了都看不见。阿晨看着他，终于慢慢放下戒备，因为他能感觉到乐乐的伪装下面没有恶意，只有饿、冷、害怕，以及一种很倔强、很罕见的乐观。他很乐观，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但他也很奇怪，末世里他为什么还能保持乐观？末世的人大多愁眉苦脸，哪怕是其他孩子在遇见姐姐前也一样，而乐乐不一样，他的乐观似乎是成长中塑造出来的性格底色。当初搬家匆忙，落下了一些东西，姐姐整理发现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丢了，因此有些伤心。这个世界总是在失去东西，一张照片已经算很小很小的失去。小何煮好了热粥，叫来了其他孩子们吃饭，真是懂事的小何。我以后会干活的，我可以伪装入口，伪装脚印，还可以把大壮伪装成一块特别大的石头，吓跑一些怪物。为什么我是石头？因为你看起来最像。阿晨坐在入口附近，听着他们小声斗嘴，心里那点因城邦方向而起的空漏，终于被火光填上了一点。可他还是忍不住抬头，看向厚厚木板遮住的地窖口。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风雪里还有人在找什么，也许是找食物，也许是找活路，也许是在找他们。
极寒的风开始停歇，土地上开始露出一些鲜嫩的苔藓。这个世界正在从冬眠中缓慢醒来，但这也说不上是一个好消息。不再为寒冷担心的时候，人类首先要面对饿了一整个天灾的可怖怪物。姐姐和阿晨日常出去探索周围，寻找下一个更安全的落脚点。乐乐完成了自己的承诺，他用自己的异能隐匿了孩子在雪原上的一切痕迹，确保孩子们安睡时不会有怪物能找到他们。但每天都要释放异能，对他这样一个长期营养不良的孩子负担太大了。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还好姐姐发现了。入口不用你，每次伪装你先把身体养好。可是我怕你们被发现，发现了我就把他们打飞。大柱哥哥，你真的能一拳把人打飞吗？当然。那你能不能把程波也打飞？哈哈，这就是乐乐你的笑话吗？小小城邦，大壮只需要一个支点，一定可以的。烫吗？不烫，就是太好吃了，香哭我了。如果以后世界恢复正常，你想做什么？吃饱饭。好朴素的梦想。那你呢？我想开一家店。卖什么？卖笑话。阿晨嘴角勾起了一抹浅浅的笑，姐姐却想起来了一句话：表面越是乐观的人，越是可能拥有一个悲伤的灵魂。唉，上次找到的那个地下室里面有一只大蜥蜴正在冬眠，幸亏我们没吵醒它。那里根本没有人类待过痕迹，果然这种环境找人就是大海捞针。等一下，这里有个脚印，通往那里。看脚印被积雪覆盖的深度，脚印的主人离开时间不会太远。没什么好想的，进去看看。这里有记号，真有人在这里待过。这像壮壮说会用的东西。这里有东西。陈星，壮壮说，真的是他。竟然真的找到他们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干嘛？是他。你认识这个孩子？顾生，冷静！主人消失后，我找了主人几十年，却一丁点线索都没有发现。后来我决定换一种活法，也为了遵循主人亲自签署的人事炼法令，我决定为自己寻找了一个人类妻子。我承认一开始我对那个女人不算用心，但她用几十年的温柔和耐心化开了我心中的冰，甚至一度让我遗忘了主人。可是后来她死了，老死的，我依然带着法令项圈，却再也感受不到其中她的意识了。城邦换了一代又一代人，无数旧事被抹平，主人变成禁忌，那个孩子变成传闻里不存在的影子。我终于放弃了，我以为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再失去了。可现在照片里的女孩安静地看着我，像在隔着漫长百年问她，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主人的孩子。什么主人？什么孩子？我要找到他。你现在出去，只会死在路上。照片上的孩子活着，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发疯的怪物，他需要的是能把他带回家的守护者。守护者这个词像一根钉子，
狠狠盯住了我即将崩裂的理智。也许还不算太晚，至少那个孩子还活着，而我也终将亲自跪在他的面前，祈求赦免。我们以发现孩子踪迹的地窖为中心，5公里内逐步排查寻找。搜索的过程不算顺利，寒冷大幅加速了我们的体力流失速度。一天除去保温和寻找食物的搜索时间，实际上不到半天。让我意外的是，顾生并没有因为我们几个拖油瓶而发怒，甚至还几次主动帮助了被怪物黏住的阿泽。看来在确认了孩子们都活着，而这个小团队又大多是孩子们的亲人后，这个强大的男人真的认可了我们作为他队友的身份。这个曾经一心求死的男人，开始第一次主动避开某些高风险区域。以前的顾生会故意走进怪物巢穴，现在的顾生却会在靠近危险区域前停下来，先确认风向，再确认怪物数量。有了顾生的帮助，我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几天。据说当温室里的丧人成为野外的弃人，其中一半的死亡发生在第1周，而这一半的一半又发生在第1天。剩下的一半中，其中1/4会陆续淘汰，而最后的1/4则会永远飘荡在荒野，成为一名合格的弃人。现在看来，我们至少要多活过一半的人了。你不会饿吗？会。那你为什么不吃？因为活得越久，就越容易忘记自己为什么活着。那边有东西，我们去那边看看。太好了，是一个刚熄灭的火堆，很可能是那群孩子们留下的。这气息是他吗？这雪化的有点快了，不会有什么大家伙开始解冻了吧？什么动静？我靠，是利维坦巨怪！妈的，死腿快跑啊！大家快过来，阿泽受伤了。阿泽，不能睡。顾生，你不要冲动。你们带阿泽先走，这种东西我打过，很记仇，所以今天只能是你死我。欢迎来到我的黑暗世界。战斗整整持续了1整夜，我最终杀死了利维坦，只是自己在受伤后力竭到极点。小夏，我很抱歉，我的异能不像顾生那样强大，暂时是保证阿泽的命了，但他身体内部的损伤我无法修补，需要一些最起码的抗生、消炎类药物才能帮助他挺下来。什么意思？可我的那些好药都在出城时被城邦士兵收缴了，只剩下这些作用不大的。如果没有药物，阿泽他最多只能坚持3天。我们陷入绝境了。坏消息不止一个，除了阿泽，顾生他虽然看起来没有性命之忧，却也因为受伤陷入了休眠。顾生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伞，而现在伞塌了。
是乐乐病了。没事，他因为连续高强度使用伪装异能，又加之长期营养不良，所以身体一下子垮了。现世的药物很管用，压下了一开始的高烧，但乐乐异能消耗方面的亏空，却是现实再厉害的神药也无法作用的。姐姐和阿晨商量，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方案。也许真的是5步之内必有答案定律生效，末世的特有病也该是末世的特殊药物治。答案就是高能量的末世奇珍植物，这其中也包括现在被现实称为天山雪莲的末世奇花。我也去，我力气大能做好开路。我控火可以驱赶野兽，照亮路。因为两界贸易的关系，雪莲在姐姐和婉婉那边都很难留下存货。孩子们的高能量阈值体质也不是1、2株雪莲就可以满足。姐姐决定趁着最后的雪期，大批量寻找和收割雪莲，救人、囤货，寻找新的安全区域，一举3得。极寒天灾末期，气温回升了不少。由于乐乐本人的要求，还有考虑到他一个人在临时庇护所也不安全，孩子们还是决定所有人一起行动。只是姐姐多次强调了乐乐不能使用异能。2天下来，孩子们收获了不少天山雪莲。这种仅生长于极寒天灾中的末世奇珍，数量的确不多，但是大怪物们也被冻起来了啊！哈哈，没人吃。加上幸运小神龙冉冉在此，姐姐已经连续收获了几10株雪莲哥。飞，就知道飞！你下来啊，大壮，一拳头给你打成薯片！等下不远处好像有另外一支小队，那只大蝙蝠好像盯上他们了。这队人状态好像不太好，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向他们靠近。大壮已经很生气了，大飞老鼠嗡嗡在孩子们头上半天不下来，看到受伤的人马上准备欺软怕硬。哦耶，新鲜薯片，原味不加辣1份。他为什么这样看着大壮？难不成大壮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他是你侄子！我还有这么大的侄子啊？这对吗？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寿命长短不一的丧人，随便抓3个，又是一部复杂的家庭伦理剧。不过冉冉和姐姐好像也没资格说别人啊。这还有一个事故啊，不，故事。大壮侄儿的伤口激动到裂开了，孩子们7手8脚的帮忙，真让人意外。看来这些孩子比我们这些大人厉害多了，真的在废土里活成了一个小小的家。我无数次从梦里惊醒，怀揣着某种不言出口的期待。100年似梦，可若真的是一梦该有多好啊！现实是一次次失望，主人疯了，他的孩子丢了，这些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年我死死地保卫小主人，如果我能再厉害一点，帮主人打赢关键的那一战，如果我能用无数次的向前奔跑，将梦中的场景一遍遍浮现，换来哪怕只有1次的触及真实，能够聆听到主人给我留下的命运回声，那么我死而无悔。如果小主人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如何将他从自身无数虚假的梦魇分别出来？我也曾以为找到了主人，可最后才发现我梦了整整5回。我不怀疑他了，我怀疑我是否应该相信自己。这种怀疑摧毁了我自己，但真当到了这个时刻，我发现过去的怀疑都错了。我无法醒来的原因是我刻意在逃避现实，就像是过去的主人一样，我也失去了现实的锚点。但当这个锚点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时，我全身的细胞都在提醒这不是梦。我做的每一个梦都在与眼前的它重叠，一个无法证伪的唯一解会自动让整道题变得没有一丁点难度。他就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平静地看着我。但那眼神中，我看到了主人100年前的回眸。主人在恭喜我，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孩子。
我的小主人，我不求死了，是我输了，现在该让我去睡一会儿了。这样的现实，你满意了吗？顾生，你可愿醒来？他突破了！小主人，是我来迟了。被纸壳包裹住的火还是向外露出了它的光芒。随着雪莲价格愈发走高，一整株雪莲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的单位。在这样的火热行情下，林婉却主动减少了雪莲的供应。一方面，极寒天灾即将结束，雪莲可能会成为不可再生物；另外一方面是之前赚到的钱已经足以满足当前孩子们在末世的一切需求，再多的钱目前意义已经不大。而市场上雪莲越多，他们暴露的风险越大。林婉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柳如烟给他做了相同的判断，并告知林婉，现在雪莲市场已经出现了2道贩子的影子。柳如烟正在排查此事，想要搞清楚是哪位富太太背叛了他精心营造的内部雪莲圈。然而，他们都预计到终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来得早了点。一位金圈富太太通过2道贩子高价得到了1整株。原本应该只在海城富豪圈销售的雪莲花，他在试用后惊为天人。然而骤然被封杀的渠道如同要了他的命，最后他决定掀了这张不带着他玩的桌子。半株雪莲花就这样水灵灵浮到了水面上，引起了特殊部门的一连贯反应。林婉很快暴露，姐姐也出现在可疑人员的名单上。大娘的小吃摊多了一些客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打听着一些事情。无数特殊工作人员骤然出现在林家附近，林婉对这事情有所准备，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他知道他们见光了，但见光不一定见光死，他们始终不曾触及法律的红线。这几个月甚至突击的做了不少善事。大娘小吃摊的人气，雪莲花绑定的大半个海城富婆圈，都是他提前打造的护身符。最重要的是，他心里还是愿意相信特殊部门，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两者本身就不是天然对立的关系，一切的准备只是为了让自己这一方不变得过于被动。如果姐姐身上的秘密不是事关两界的危机，反而是一条互相成就的全新道路，那么她如果一直将这把珍贵的钥匙攥在自己的手心不放开，或许对两界对姐姐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冉冉知道她还有他们都在担心什么，一边是害怕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现世，一边是只能在绝望中苟延残喘的末世。如果一直保守秘密，这无疑会一定程度淹没姐姐和冉冉本身能力所体现的意义。现在无非是要把门打开的再大一点，至于以后得路到底往哪里走，这就是林婉一个人无法独自决定的事情了。念安，我们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听柳如烟说，有买家将雪莲送去了检测了。现在有特殊部门正在调查我们。婉婉姐不害怕？我不是怕自己出事，是怕他们伤害你。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应付他们。就按我们之前说的，一口咬定食材是远方亲戚在昆仑山区采摘的，尽量拖延时间。你在末世也要多加小心，不要分心。庇护所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婉婉不怕，我会保护你和大娘，以后我少带食材回来，也尽量不随便消失。我们念安真聪明，不过念安也不要太担心，真到了那一天，我们先讲道理。但是如果道理讲不通，那就让念安和孩子先留在末世。有了现世的不断支援，念安的空间里早堆满了各种生存物资。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因为万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便永远无法相见了。但只要念安好，便一切都值得。一场源自城邦的风波正在持续外溢，现世的调查危机尚未解除，末日的阴影也在悄然逼近。
城邦内原人类议员和丧主议员的争斗愈发激烈，双方都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展开新一轮的权力角逐。而姐姐带领的一群孩子也渐渐进入了丧主议长的视线，成为了他眼中可利用的棋子。丧主议长自从极寒过后，就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原人类议员抓住极寒期间城邦损失惨重的事情频频发难，要求他下台，这让他心中十分焦躁。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巩固自己的权力，扭转被动的局面，而念安的庇护所就是他偶然发现的突破口。这次极寒天灾城邦损失了超过5%的人口，必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你必须下台。被他用异能控制的蝙蝠怪物已经快要彻底摸清孩子们的能力和具体位置，谁知道那该死的蠢物竟然贪图一口肉，违背他的命令靠近地面，被一拳打死。也是透过那只蝙蝠的眼睛，他亲眼看到了那个拥有空间异能的女孩源源不断地从空间中取出他都没见过的物资。只要得到那些物资，城邦纵然得不到拯救，但他可以更加紧密地控制手底下人，招降对手的人，他就可以将这次的劣等人类议员彻底踩在脚下。他感觉到了这个女孩或许有大秘密，而且他似乎在对方身上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熟悉。说着，一批刚解冻的怪物就来冲击城门，正好展示一下实力，顺便警告那些劣等人，不要忘记是什么庇护了他们。游戏才刚刚变得有趣。一次频繁去往现实穿越后，姐姐终于找到了父亲在现实存在过的痕迹。近代的科研先锋林燕之。念安，你说什么？林燕之？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头疼。姐姐，父亲是爱你的，也是爱你母亲的。冉冉向你保证，而父亲不再前往末世的原因，恰恰是为了保护你们。林燕之，我不知道，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感觉很熟悉，好像是我认识的人。姐姐记得父亲的脸，记得父亲的身影，但终究还是忘记父亲的身份，父亲的过往。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姐姐也可以更少的为此感到痛苦。放心吧，父亲，冉冉会代替您一直陪着姐姐的，未来姐姐的路一定不会孤单。